上辈子方莹被后妈下毒，越长越胖，越来越丑。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就跟后妈的女儿好上了，然后全家逼她让出工农兵大学名额，替后妈的女儿下乡。她转身就嫁给未婚夫的兵王小叔叔，结果小叔叔半年后牺牲了，她成了寡妇。但还是要感谢这个男人，因为他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是个随身空间，让她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寡妇。重生在新婚夜，方莹打算努力给小叔叔留个后，再想办法改变他早死的命运。至于极品的娘家人和婆家人，没关系，她上辈子学会了神技 PUA。你要说什么？我说我冷，吃肉吃肉，他要吃肉。哼，大直男注定孤独一生。还冷，这就没办法了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小叔叔，传说中的洞房花烛夜就是这样的吗？还是说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传说中的不行，真的不行呀？小丫头，话不能乱说。天亮了，方莹被冻醒了，睁开眼睛就是窗户上大红的喜字，逼仄的房间，发霉的墙壁，屋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，一个洗手架。这是他住了几年的林家倒座，原来四合院里门旁的一个小房间给看门人住的，现在住着林家的大少奶奶。方莹兴奋的大笑，她真的重生了。都几点了还不起来，在房间里傻笑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怪不得林红不要你，也不知道林明抽什么风，娶了你个胖丫头，真没看出来。胖丫头倒是好手段，惹得爷们儿整夜不消停。在门外叫嚣的是林明的后妈，也就是方莹的婆婆李梅花。方莹现在也顾不上什么李梅花了，正低头看她手腕上的玉镯，莹莹翠绿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果然，前世也是如此。新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玉镯也套在他手上，这是林明母亲留给林明的传家宝，也是林明送给他的金手指。这里面有一个小空间，前世方莹过了半辈子才发现里面的空间，白白吃了很多年的苦。现在他赶紧滴血认主，进了空间。这是一个明亮的空间，高不可测，面积有10亩大小。空间还是以前的样子，只是前世方莹用了半生时间堆满的东西，只剩下一些书和一个杂物箱，种满的蔬菜草药，也只剩下干裂的泥土和几棵高大的枯树。水井还在，天助我也。空间正中是口水井，井水不知何故能治百病。前世方莹被后妈偷偷下毒的身体，就是靠它恢复的。来人是林明的亲弟弟林奇，15岁的少年，浓眉大眼，却是一脸戾气。这林奇的脑子就是猪脑，上辈子光被人当枪使了，给他制造过不少麻烦，最后更是傻兮兮的给他小舅子顶罪，结果被判吃花生米，他后悔都来不及。看什么看，懒婆娘，都几点了还不起来给全家人做饭？你当自己是资本家大小姐呢，还是等你婆婆伺候给你做饭吃？哪有你这样当人媳妇的？这一听就是又被李梅花当枪使了，不然他一个中二少年知道个嘚儿。林奇，你昨天吃饭了吗？吃了干啥？前天吃了吗？吃了啊！你以为我家穷的吃不上饭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林奇，你以前顿顿能吃上饭，怎么我一进家门你就吃不上饭了？以前做饭的人呢？失忆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不会做饭了。可是后妈说有了儿媳妇就不一样了，别人家都是儿媳妇做饭。原来是后婆婆让你大清早来找我吵架的。哼，我得找人评评理去。哪个后婆婆结婚第一天就挑唆小叔子踹嫂子房门的？这是安的什么心？烦死了！现在是1974年，方莹今年高3，18岁。前天她发现了未婚夫林红和季姐方田的奸情，转头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二锅头，一口气干了，却被放假回家的林明堵在了胡同里。方莹哭着求了婚，林明还真就答应了。婚后第一天，林明后妈就来找茬，方莹决定不再像前世一样忍气吞声。方莹冲出倒座，穿过2门，直接来到四合院的院子里。我刚进门你就挑拨小叔子踹我的门，这是要给我下马威吗？后婆婆好大的威风，是想捡起封建老思想压迫儿媳妇吗？我这就去找街道妇女主任评评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冤枉我。站住！大清早的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赶紧回来做饭吃饭，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站住！爸，黎明走之前让我帮他捎句话，他有句话想问问您。有什么话让他直接来问我，不用你转达。他想问您，当初您当着组织领导和群众的面表态，和他亲妈断绝关系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林远山眼皮狂跳，他的第一个老婆是村里的青梅竹马，给他生了3个女儿后死了。他的第二个老婆是资本家大小姐苏晴，生了4个孩子，结果后来开始清算资本家，他不得已跟苏晴离婚，一刀两断。
苏晴之后出国投奔亲戚，她则娶了家里一直照顾衣食起居的小保姆李梅花。我们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爸，您都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在怎么议论您。他们说您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嘴上说着跟我亲婆婆断绝关系，实际心里一直忘不了她，非得住在当初你们一起住过的房子里，睡着你们睡过的床才能闭上眼。这是说您重感情呢，还好听点，还有更不好听的，我真不好意思学。他们说您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那什么，跟苏家人断绝关系可以，但是一点不耽误您住人家的房子，占人家的便宜。这不是苏家人的房子，这是林明的，姓林，父慈子孝，哪有爹不能住儿子房子的？你个新媳妇第一天进门就要把公婆都赶出去，我也要找人评评理了。这房子您出过1分钱吗？是不是苏家人买的？既然已经跟人家断绝关系了，为什么还要住在人家买的房子里？别人又不是傻子，掩耳盗铃，只能自取其辱。一会儿我就给上面写信，说您不要您那套福利房了，还回去。您忘不了苏晴，要一直住在这里等着他联系您，或者您正想方设法联系他呢。够了。苏晴现在人在海外，这时候只要跟那边扯上关系，有亲戚关系在那边，那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。祖宗8辈都要被查100遍，恨不得把他们刨出来查。林远山今年才50岁，领导层里属于壮年，最近又正有一个升迁的机会。他因为跟苏晴曾经的关系，这些年已经很难了，好不容易等来这次机会。如果新晋儿媳妇方莹敢写这个信，那都不需要证据，直接就给他定罪了。这次的升职就别想了，严重点甚至要被革职。爸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刚刚那些话也不是我说的，我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？我都是听我爸转述别人的看法。也不是我要撵您走，是林明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您住在这，就是住在个定时炸弹里，随时可能被人拿到短处。好像这次就有人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。林明听到了风声，特意提醒您呢，但是他怕您误会，他想霸占这房子，就把事情推给了我。要我说，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呢？房子本来就是他的，他有365天不在家，也不住，霸占什么？他就是为您好，怕您被揪住小辫子。可是我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又不会说话，只会直来直去，听见什么说什么。您别生我气。原来大儿子心里一直有他这个父亲，就是防得这个亲家，他有空得去会会，背后没少说他坏话，说谁又当又立呢。气氛有些僵硬，林远山还是有点下不来台。李梅花急得抓心挠肝，拼命想说点什么阻止方莹，他不想搬走，住在这敞敞亮亮的大院子里多么舒坦，为什么要一家子去挤60平米的单位房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爸要搬家吗？快去胡同里跑一圈，把3轮车、自行车都借来，帮爸搬家。他爸什么时候说要搬家了？刚刚明明说的是米够了。大嫂放心，我保证把车都借来，需要叫人来帮忙吗？别叫外人来干什么？看笑话吗？必须叫外人来，还得多叫点，让他们看看咱们家除了这个属于林明的房子，其实您自己两袖清风，一贫如洗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自己去叫人就行了，你在家帮大嫂，听大嫂的话就行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啊！记得只拿衣服和学习用品就行了，家里的大件不要动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缝纫机什么的都不要动。凭什么？你就是想霸占这房子，还不让我们带东西？这是一座极其标准的3进4合院，1进是院门，2进是正房，3进原来是后罩房，后来塌了，改成了菜园子。整个院子占地面积很大，660平，是林明出生时他外祖送给他的礼物，写在他名下。林明常年不在家，只有一间当做仓库的倒座，给他偶尔回来的时候住一下。我就不搬。爸，咱家这彩电2000块买的吧，冰箱至少2000，洗衣机1000，缝纫机200来块，一共就是5000多块。还有林明那3个姐姐结婚的时候，你每人给了1000，这又是3000。你每个月邮寄1半工资回老家给您父母，还要给老家买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，2叔3叔家盖房子，孩子结婚，您又额外给了多少钱？几千、几万？还有这10来口人，每个月光吃喝嚼用、学费，您这么多年的工资和花销对不上数吧？超了的这些哪来的？我这个外人都听说了，其他人传成什么样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学。老子两袖清风，没拿过老百姓1分钱。好吧，我想起来了，林明他妈走的时候没带走存折，去把存折拿过来给老大媳妇。那是我，不，那是你这么多年。闭嘴，拿过来，我这么多年赚的钱都花光了，没有了，老子一贫如洗。快去把存折拿来，别让外人看见，让外人知道我还花着苏晴的钱，那可真是解释不清了。林叔，你要搬家？邻居那表情就差把八卦写在脸上了。林远山虎着脸，尴尬地应酬着。李梅花赶紧去收拾行李。
大家都帮帮忙，帮我公公搬家。我公公这个人真是不容易，这么多年忍辱负重，顶着巨大的压力住在这里。你们说，黎明常年不在家，我公公能把几个小的单独扔在这里吗？几个小孩子守得住这里吗？这么大的院子，不得被精租出去。现在黎明成家了，我公公就火急火燎的要回自己家。这个黎明的房子，他一刻也不想待了。终于有个人懂我了。众人看林远山的眼光也不一样了，原来是误会。这些年他们还真没少在背后议论他。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李梅花也不敢多拿贵重东西。在众人的恭维声中，林远山和李梅花带着几个孩子离开了。走，开会，坐吧。方莹掏出了兜里的存折，发现上面最早存入的8万块，只剩下200多块钱了。以后家里你管钱。这上面怎么就200多块钱了？爸这么多年怎么花也花不了这么多。这里只许不存，爸这么多年的工资拿去了。感情家里花的一直是我妈的钱，我妈的钱养着他们一家子吃喝拉撒，我爸的钱都留在手里一分没动。坐下。干什么？不需要回我妈的钱要你管？你和她是一伙的。你去闹吧，说你爸这么多年一直在花你亲妈苏晴的钱，他们2个的关系就说不清了，他没准就要被关起来，毕竟他欺骗了组织和百姓。而你和你弟弟还想上学，同学和老师都会瞧不起你们，天天开会批评你们。而林秀就更惨了，肯定会跟着最近一批的知青下乡，去最苦最累的地方，也许是大东北，也许是大西北，也许是沙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就不盼着我们点好？傻小子，你想想你去闹的后果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在救你们啊。那就这么算了吗？那可是8万多块钱，我亲妈的，我爸都跟我妈断绝关系了，他凭什么花我妈的钱？我后妈就更不配了。眼前的姐弟仨，别说对李梅花了，就是对林远山都没有一点好感。因为林远山为了表示彻底跟苏晴撇清关系，对苏晴生的这4个孩子也撇得很清。这么多年，也就是给口饭吃，给个学上。放心，这上面一开始不是写着8万块钱吗？你们等着，不出几年，我肯定让他们都吐出来。真的？要不是他们现在手里肯定没这么多钱，我今天就能让他们吐出来。好了，存折的事到此为止，你们不用管了，交给我。现在我们来分配一下房间吧，这房子是你们大哥的，我们要住正房，你们有异议吗？林奇和林玉住东厢房，林秀住西厢房，有异议吗？以后家里的1日3餐，每天2个人配合轮流做，有异议吗？我不会做饭。不会就学，你都这么大了，10来年时间也没学会做饭，已经很丢人了，不要说这么大声。可是别人家都是女人做饭。在我们家，想吃饭就得干活，家是大家的家，每个人都要为家庭做出贡献，不要想着不劳而获，当蛀虫。大嫂教我，我爱做饭。一会儿我就教你。现在我们说下一条规矩，打扫卫生，以后每个人负责一块区域，每天都要打扫。正房我自己负责，西厢房的卫生秀秀负责，东厢房的卫生小玉负责，倒座和整个院子的洒扫大齐负责。凭什么？前院、正院、后院3个大院子好几百平，一个人得扫1个小时呢。瞪什么瞪？家里就我们4个人，我和秀秀是女孩子，小玉才10岁，就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不顶天立地多干点，难道让我们干？林奇就听见大男人顶天立地了，顿时抬头挺胸。大嫂放心，我保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。好样的，大嫂信你。家里的琐事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说大事。首先最要紧的事就是林秀下乡的事。林秀今年18岁，跟方莹同岁，还是同学。他们的高中毕业证已经到手了，现在高考还没恢复，只有不到1%的人才能得到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去上学，剩下的人要么工作，要么下乡，要么嫁人。我有办法让秀秀不下乡，至于怎么做还不能告诉你们，总之半个月之内就能办妥，你们就等消息吧。我不嫁人，不嫁人，而是给你找个工作。原来是找工作，哪怕给我找个清洁工的工作，我都谢谢他。大嫂，那你也给我找个工作呗，我不想上学。好，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怎么这么不可信呢？好了，正事谈完，走，我们做饭去吧。今天就我和林玉一起做饭。 4个人来到厨房，发现厨房空了，大米、白面、蔬菜、鸡蛋和肉都没了，就剩下点玉米面、3个土豆，连咸菜坛子都抱走了。太过分了！哼，我去找他们。回来以后你不要一个人去找他们，你是后妈的对手吗？到时候便宜没占到还惹一身腥。先吃饭，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们。方莹把仅有的3个土豆蒸熟，捣成泥，和到玉米面里，下锅煎成玉米饼。 吃饭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大嫂真是太厉害了。
方莹想起上辈子当了寡妇之后，她在亲哥的支持下开了个小饭馆。等发现空间之后，她在里面种了各种调味料、花椒树、桂皮树等等，再加上空间井水的加持、名师的教导，和亲哥联手，把美食帝国无限扩大。可惜后来他大哥被人害死了。我去扫院子，我去打扫厢房。你吃吧，我去洗被子。大嫂，这褥子怎么办？拆了洗吗？你来好事了，我给你做个专门的小褥子吧，省得再把新褥子染了，怪可惜的。原来林秀上辈子说的话是真的，她是真的什么都不懂，被人欺负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上辈子林秀几个月之后就下乡了，她不适应农村生活，拼命想回城，然后生产队一个管事的说只要跟她休息一下，就给她一个回城名额。傻傻的林秀还真以为只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她就被欺负了。到这时候她都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管事的倒是说话算话，让林秀回城了。结果没多久，林秀被发现怀孕了，她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崩溃之后跳河死了。我不是来好事了，这是女人第一次的血。林秀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教育，亲爹不说，后妈不说，几个兄弟也不懂。不，黎明还是非常懂的，不过他当然不能跟妹妹说这种事情。等等，黎明是怎么懂的？下次问问他。来，我今天给你上节生理卫生课，女孩子啊，要知道保护自己。你们在讲啥啊？院子扫完了，把后罩房的空地清理一下，我要种点东西。这都要冬天了，种啥能活啊？种大棚，听说过吗？扣上个塑料布大棚，冬天也能长蔬菜。我这就收拾，不想吃黄瓜。听懂了吗？以后要是有男的想脱你衣服，想跟你休息，只要不是你喜欢的人，你就揍他，然后回家告诉我，我再揍他，知道了吗？至于这个褥子，你先帮我拆了用洗衣机洗，我得回娘家一趟，他们还不知道我结婚了呢。方莹关上正房的门，检查了一下窗户，然后躲到大衣柜里进了空间。还是老味道，一口下去浑身舒畅。方莹趴在井边喝了个饱，然后很有经验的飞快出了空间，去厕所蹲着，身上还一直往外冒污渍。方莹赶紧洗了个澡，折腾完，等她回到娘家的时候，都快中午了。方家住的是楼房，一个回形的筒子楼。方莹推门，看到父亲方德坐在沙发上，继姐方田坐在旁边，两人哈哈笑着，看起来更像亲生父女。听到开门声，两个人同时看过来，方田笑容一僵。以后不许去同学家住，女同学也不行。我说你昨天晚上去一个女同学家住了，省得你爸骂你，你别说漏嘴。唐真一脸为了方莹好的样子，如果是18岁的方莹，肯定不知道她的险恶用心，只会觉得唐真是个好后妈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爸说我去同学家住了？我没有啊。这个妓女脑子挺灵光的，学习年年第1名，以前每次配合的都挺好，今天怎么犯蠢了？那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竟然夜不归宿。谁跟你说我去同学家住了？没水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到底听谁说的？我记不住了。我昨天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去同学家住，我一个女孩子夜不归宿，她为什么不去找我？甚至还撒谎不让你去找我。爸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就是去同学家住了，你这么大人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闭嘴！女孩子一宿不在家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她竟然以为什么？现在完了！唐真委屈的哭泣，眼神扫过方莹的时候，却是满满的幸灾乐祸。真好啊，活该！看方莹还怎么跟他女儿抢。我们都没错，错的是那个流氓。我们快去报警吧！真是天助我也！现在看方莹还怎么好意思赖着林红，这还不把大学名额让给我？方莹感觉到他父亲的手在颤抖，他竟然看见方德扭曲挣扎的表情和眼底的泪水。其实上辈子方莹和他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。这事你说要不要报警？报警，女儿的名声没了；不报警，罪犯逍遥法外，女儿白受欺负。我只是结婚了，不是被人欺负了，报什么警？到底是谁欺负你了？好家伙，欺负一次还不够，还想欺负一辈子，还要合法欺负，欺负他女儿傻是不是？我真结婚了，和林明、林红的小叔叔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林红怎么办？你们下个月就要定亲了，你转头就嫁给他叔叔了，外人会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？上辈子是我蠢，当方田是好姐姐，给她留面子，这辈子不会了。爸，我前天在林红床上看见了方田，被我撞见，林红还让我把大学名额让给方田，方田还让我替他下乡。我没有，你瞎编，你污蔑我，
你没有跟林红好上，没有要我的大学名额，没有让我替你下乡。那好啊，你去下乡吧，我去上大学。方田道行还是钱，顿时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偷偷看向母亲。先别纠结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了。小莹，你昨天晚上被林明欺负了吗？老方，即便你跟林远山关系不错，但我们不能让女儿白白受欺负，我们去告他。方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结婚证，递给方德。结婚岂是儿戏？你对他了解吗？他将来会对你好吗？他家人又会对你怎么样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嫁人了。方莹内心是有些感动的。上辈子方德光骂他不要脸、不检点了，因为上辈子没人给方德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爸，黎明你也认识，至于我公公，你俩更是哥俩好。这不，他说您教出来的女儿准没错，这个家交给我放心。他留下了黎明的亲弟弟妹妹，带着我后婆婆和他生的几个儿女，今天上午就搬家了。京城的房子从来都是紧张的，林远山家的大四合院真是人人羡慕。现在公婆还搬走了，就剩下他们几个小年轻住那么大的院子。方德很意外，也很满意。还有黎明，他说以后的工资都归我管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看，他把传家宝都给我了。你以后少吃点，多运动，减肥，不然站在林明旁边都不般配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我和林红真的没什么，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清白的。不信我可以去医院检查。去医院检查？医院还能检查出你有没有被人摸光？我前天看见你衣服都扔地上，林红正在……闭嘴！他到底是在哪儿学的这些词？昨天晚上连明教的吗？这小子，小姑娘家的，说话注意点，以后这些话不许在外面说了。爸，我都结婚了，你不给我点嫁妆啊？现在让父亲知道真相就可以了。至于上辈子的账，背地里可以慢慢算。现在先给唐真放点血。你想要什么？没想到你结得这么仓促。爸，我记得咱家也有一只镯子，我姐说是我妈留下来的，要给我们当嫁妆的。林明给你的，估计是他妈留给他的。那说起来，咱家的玉镯跟这个可能是一对呢。怎么回事？我妈的镯子怎么和她家的是一对？你妈说有一次林明他妈落水了，你妈把他救了上来，苏家感谢你妈，送了他一只玉镯。那镯子在哪儿呢？我就要它当嫁妆了。你放哪了？拿来给他吧。我还真忘了放哪儿了，得好好找找。那就快去找啊！找不到就是被你卖了。那是我亲妈的东西，竟然被你卖了。老白莲的技能就是张嘴给人定罪，我也会。我就说好好找找，你就说被我卖了，你怎么这么能撒谎了？有空站着指责我，也不去找。你是想扣下我妈的东西，还是真的被你卖了？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冲了？是不是以为结婚了就用不到我这个后妈了？枉我这么多年那么疼你，对你比对方田和方燕都好，什么好吃的都是可着你先挑，你不吃了才分给他们。过年买新衣服从来都只给你买，他们只能穿你剩下的，我拿去改了给他们当新衣服。方田懂事，从来不闹，方燕却年年委屈的哭。方燕是唐真和方德婚后生的女儿，比方莹小3岁。呵，爸，我再给你捋捋。首先，后妈明知道我在减肥，罐头、牛奶、烤鸭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吃，她却让我先挑，我没选。然后好吃的就都是方田和方燕的，而好名声是她的。方德一愣，回想这么多年，他偶尔看见的姐妹有爱画面，确实如此。再说说过年新衣服的事。方莹说着，突然冲进方田和方燕的卧室，打开衣柜，抱出一大摞衣服来，一件件抖开给方德看。爸，您看这些衣服，是旧衣服改的吗？这都是百货大楼的成衣，一件比一件贵，这还只是他们秋冬季的衣服，您再想想他们夏天的裙子，是不是一条比一条好看？而我呢，我一年4季穿校服，只有过年一件新衣服，他们只是过年没有而已，平时后妈补偿他们10件，这就是后妈口口声声对我的好。那是因为你太胖了，外面买不到你穿的尺码。没有成衣买，可以去裁缝店里做呀。什么尺码做不了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你给我做过哪怕一件吗？家里钱不够，你也知道我和你爸爸那点工资养几个孩子不容易。成衣一件都要20块起步，一件冬天的大衣要100-200，而去裁缝店做条裙子，用便宜点的布料只需要几块钱。方莹一脸索然无味，不想争了的表情，扔了手里的衣服。爸，过去那些年，我为了让您高兴，有什么委屈从来都不说。但是今天，我真的伤心了，也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。我昨天失踪了1宿，他们却没事人一样，还瞒着您，不让您找我。多亏我遇见的是黎明这个好人，要是我昨天真被人欺负了，您现在应该再给我收尸。爸，我委屈。
方莹本来只想装一下，不知道怎么竟然真把两世的委屈都哭出来。方德听到她的哭声，眼泪竟然奔涌而出。女儿这些年可太委屈了，我竟然也被骗了。干嘛呢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哭。方莹抬头看了一眼这个极品姐姐，打了声招呼，就赶紧办正事。爸，你看后妈都这时候了，还不去找那个玉镯，不会真被他卖了吧？还不快去找！唐真不情愿地回了房间，磨磨蹭蹭地拿了一个红木盒子出来。方莹去接，一把竟然没拽过来。唐真紧紧攥着不撒手，攥得再紧也没用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方莹打开盒子，看到银翠玉滴的手镯，果然跟她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她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套到了手上。方莹顿时感觉到一股奇妙的能量从两只镯子里涌出来，通过她的身体形成了一个能量交换循环，而她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舒服。刚刚妹妹说这是金阿姨留给你们当嫁妆的，那你都有一只了，这个应该给大姐吧？方田说的对，你都有一个了，这个应该是我的。方莹看着方云，内心复杂。这个姐姐自私冷漠，只管自己，不管别人，但是她上辈子过得也挺惨。这是我男人给我的，跟你们都没关系吧？这个是我亲妈给我的，跟你也没关系吧？长幼有序，妈就留下一个镯子，按理也应该给我。爸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凭什么给妹妹不给我？这个你们姐妹俩自己商量吧。姐，要不我们把这镯子估个价，然后我给你一半的钱，这样就公平了吧？要不你把镯子给我，我给你一半的钱。你看，他们原来是一对，都是黎明亲妈的，现在都到了我手上，我觉得这是宿命的安排啊。什么？我昨天和黎明结婚了，这是黎明送我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和黎明差那么多岁，你们又不熟，你还有林红，你怎么能嫁给黎明？他是林红的叔叔呀。原来姐姐也喜欢黎明啊。方莹笑了笑，一点也不奇怪，他们这一片认识黎明的年轻姑娘就没有不喜欢他那张脸的。这都是因为方田啊，要不是他，我这辈子都得管黎明叫叔叔，结果因为他，林红以后得叫我婶婶。要么把这镯子给我，要么就估个价，把钱都给我。方莹据理力争，跟他讨价还价，磨叽了1个小时，最后方莹写了一张欠条，约定好方莹给方云1万块钱，3年之内付清。方云拿了欠条就走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爸，这嫁妆是我妈给我的，我自己还写了欠条，这是闹的，等于我自己给自己出嫁妆。要不你帮我还吧，这才算你给我出的嫁妆。爸，我给你捋捋。停，今天就捋到这吧，别捋了。方莹才不管，他想说的话没人能拦住。行了行了，我来说，未来几年的工资没了，心痛以大女儿的小心眼，等她结婚的时候，少不了也要一大笔嫁妆，心更痛。方莹顿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方德会答应，这可是1974年的1万块。他爸现在是个小领导，但是1个月工资也才200多块，1万是他5年的工资。后妈，给我点钱，大件嫁妆不要了，衣服、糖果、生活用品这些娘家得陪送点吧。明天我还要去我爸单位，给叔叔伯伯阿姨们送喜糖。从小到大，你每个月给方田方燕5块钱零花钱，就给我1块，有时候甚至不给。我现在买糖的钱都没有。给他拿500块钱。唐真知道自己今天不放个大出血是不算完了，他放弃挣扎，回房间拿钱去了。你到时候买身做身好衣服，遮遮你这身材，还有喜糖就买大白兔。爸，你看后妈不高兴了。方德格外要面子，更痛恨被欺骗。此时他的脸色比唐真还不好看。方莹才不管事后2个人怎么掰扯，反正今天是掰扯不明白的。哎呀，忘记一件重要东西。方莹去了方田和方燕的房间，在柜子顶上拿出一个信封来。爸，这张工农兵大学推荐名额是我的，林红他们家白耽误我2年青春，损害了我的名誉，关键是他们竟然还欺骗您，这边吊着您一个女儿，背地里竟然勾着您另一个女儿，真是一点没把您放在眼里。这名额我就不还他们了，我找人卖了吧。方田顿时抬头看他，既然是卖，他就有希望得到名额了。方德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方莹处处说到他的心坎上，林家简直欺人太甚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走了。上辈子方莹光顾着生气，还清高，要跟林红撇清关系，就把推荐名额还给林红了。这种找关系要来的推荐名额，都是盖好章的，名字那里却没有填，操作空间非常大。林红转手就给他的小情人方田如愿上了名额上填好的理工学院，但是他学习太差，让他学高数，他不考0分都是因为运气好。方莹就趁机把他举报了，因为现在要求比以前严格，工农兵大学是要成绩好的，学习不好没得过奖，没立过功的不在推荐范围内，方田就被开除了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几乎所有人都能考，唯一不能参加考试的
就是上过工农兵大学的人，而方田被开除了工农兵大学的学籍，可以参加高考。结果他走了狗屎运，刚刚够上分数线，混了个第一批大学生，比工农兵大学生说出去好听100倍，含金量还高。当时把方田得意的天天来他面前炫耀，谢谢方莹的成全。方莹做梦都在后悔，不该举报方田。没想到真的可以重来，但是这名额白送方田是不可能的，怎么也得从他们身上扒层皮下来。鱼儿已经下了，就等于上钩了。方莹回了四合院，就带着邻家姐弟去外面吃饭。嫂子，随便吃碗面就行，全聚德一只烤鸭8块钱呢。昨天我结婚匆忙，一大早你们大哥又回部队了，都没有请客，我爸刚给我500块钱，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。饭桌上，方莹的嘴也没闲着，把刚刚在娘家的事情都说了。邻家姐弟发现方莹比他们还惨，瞬间拉近了几人的关系。3人吃了饭，方莹又带他们去逛百货大楼，诚意不要不嫖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贵。买。身为全世界最有钱寡妇方莹，一顿买，把身后3人感动坏了。最后方莹被连拖带拽，才出了百货大楼。方莹打发他们3个带着东西回家，他自己则去了裁缝店。师傅，我要这样的 A 字版，就是上窄下宽，横起来不贴身。你很有想法，只刀扬长避短。方莹穿上做好的新衣，去鞋店买了双长筒靴，最后去理发店做了头发。方莹壮实的身材被新做的衣服完美掩盖，只露出她漂亮又有点胖乎乎的脸，显得活泼又可爱。路人频频回头，女人看她的衣服，男人看她的脸。方莹回了四合院，一路把邻家姐弟都惊呆了。她关上门，呵呵笑了半天，躲到立柜，进了空间，瞬间惊呆。以前灰蒙蒙的雾气边界变成了蓝天白云。方莹惊喜地在空间转来转去，发现新镯子变成了山海，三面环山，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和昆虫。旧镯子变成了茅草屋，成了空间仓库，以前的架子都还在，水井位置没变，但是井水更甘甜清冽了。方莹不敢多喝，怕自己1天之内变化太大，让人奇怪。方莹出了空间，去后院杂物间找到了铁锹和水桶。大嫂，你来种黄瓜啊？去买2斤肉，晚上我们包饺子，买好了叫我，我自己包。好呀，黄瓜哪有饺子好吃？方莹进入空间，在山谷旁边挖了3个坑，把空间仓库的3棵枯树埋了下去，1棵榴莲树，1棵桂皮树，1棵花椒树。方莹发现可以用意念拿进或者拿出空间仓库里的东西，但是山谷里的任何东西她不能用意念调动，但是有漏洞可以钻。她站在水井边装1桶水，用意念把它收进仓库，然后自己跑到树边，再把水桶叼出来。完美，现在水桶还是太少了，如果水桶多的话，可以一次性浇完。10几桶水下去，榴莲树焕发生机，开花结果，臭臭的香味飘满空间。忍住，现在这身体爬不上去啊！嫂子，你拉屋里了？不至于呀，我们四合院有厕所呀。滚！那么大味你没闻到吗？而且屋里的地砖比石头还硬，不是那啥，打铁锹干什么？我二哥有点傻，嫂子你别理他，肉买回来了，我们包饺子吧。方莹长出口气，劝自己不跟二货一般见识。走，包饺子去。吃完饭，方莹拿出特意留下的2大盘饺子。一会儿你帮我送到方家去，看着我爸吃完，再看看他有没有给我后妈和方田吃的意思。爸对那2人的态度，决定了以后我对他的态度。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方莹信任的点点头。别看林玉才10岁，但是早熟得很，心眼比林奇多10倍。走吧，你不是要找后妈算账的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走。方叔叔，我是林玉，我嫂子怕您晚上吃不下饭，特意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饺子。方叔叔，您为什么吃不下饭啊？我牙疼。牙疼可真是要人命啊！方德心里熨帖，方莹竟然这么孝顺，而且也很懂事，没把家里的丑事跟外人说。以前怎么没发现我闺女有这手艺啊？给我尝尝呗，我还没吃过3姐做的饺子呢。以前妈教她做饭，她总是借口作业多不学。闭嘴，写作业去。没想到小女儿竟然也歪了，跟着她亲妈欺负方莹。以前不学做饭，方莹第1次就能做这么好，御厨转世吗？方燕被当着外人的面吼了，一生气就回房间了。方田正坐在床上发呆。上午方莹走后，方德并没有骂方田，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就拉着唐真回房间对峙去了。姐，那个胖妞给爸送的饺子，我闻着可好吃了，你去管咱爸要点来呗。方燕回来的晚，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吃，你就知道吃。你知道咱爸为什么生气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方莹把林红甩了，昨天偷嫁给林明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他竟然甩锅到我身上，说我和林红有事，
这都是他给自己的背叛找的借口。那胖妞怎么敢的？现在的问题是，方莹结婚了，不能去上工农兵大学，他手里那张名额就没用了。要不让他拿来给你。方燕今年15岁初3，她不喜欢上学，如果能跳过3年高中，直接上大学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。你快点，还有几天就到报到时间了，过期就作废了。啊，我出去玩了。林玉还想着方莹交代给自己的任务。我唐阿姨呢？还有方田姐，他们吃饭了吗？叫他们一起出来吃点吧。他们都吃完了，不用吃。方德飞快把剩下的饺子都吃了，心里就有些满足，只是想起这碗饺子价值1万，不，很可能是2万的时候，牙真的疼了。但如果他知道林远山这边一碗饺子值8万，他肯定笑得肚子疼。后妈，我给你们送饺子来了。方莹扫视了一圈林远山的福利房，60平的2室1厅，逼仄的小房间住6个人，她感到非常满意。你爸就爱吃饺子，我又不会包，以后你可要常来孝敬你爸。不是装孝顺吗？我让你装个够，这些都是老娘玩剩下的。我爸就爱吃饺子，你竟然不会包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？嫂子厉害，以后我绝对只跟嫂子来账。爸，您尝尝我的手艺。林远山此时正在后悔，早上把4合院让出去，是不是冲动了？可是尝了一个饺子之后就停不下来，一碗饺子一下子都被他吃光了。这饺子是真好吃呀！哎，李梅花的手艺不提也罢。吃完后，方莹亲自给林远山倒了杯热水，林远山的表情也没有刚刚那么难看了。爸，我下午想起你给我的存折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结果你自己看看。这不可能！林远山赶紧看了一下最后一笔取款日期，不是今天，而是1年前。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没有，账户的名字是苏晴的，而且每一笔存取都有记录。现在的存折是没有密码的，谁拿着存折都能去银行取钱存钱。林远山翻着存折仔细看，确实是苏晴的那一本。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说给我娘家3000块彩礼，这是家里买电视机花了2000，这是咱妈说要看病你让我邮寄1000回去，这是大妞结婚你说给1000，这是我妈病了，这是你弟弟病了，这是你侄子结婚。李梅花每笔账都记得清楚，对得上。林远山脸色好了很多，之前的支出他有点记不清了，但最近几年的都对得上。最后一笔对完就剩200块钱，没毛病。林奇几次想张嘴都被方莹制止了。爸，每一笔花销都对得上是不是？确实都对得上。家里买的那些大件，电视机、收音机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都给你留下了，所以账就平了。平个头，还挺理直气壮。哼，我让你们理直气壮。爸，你花钱老婆的钱娶小老婆，不合适吧？你花钱老婆的钱养你的爸妈、你弟弟、你侄子，你跟前老婆生的孩子，你小老婆的爸妈、弟弟妹妹，不合适吧？这所有的一切花的都是你前老婆的钱，那你这些年赚的钱呢？一分没往家拿，还是被你私藏下了？我没有，之前就觉得哪里不对，现在是知道了，家里家外都花苏晴的钱确实不合适，说出去更不好听，更何况苏晴身份特殊，被人发现就解释不清了。等等，我赚的钱呢？爸，我听说你借给别人钱都不爱打欠条，但是对方不打，我后婆婆就会追着让人打，所以她手里应该有你这么多年借钱出去的欠条，工资都是死的，拿出来对一下，就知道你这些年应该剩下多少钱了。现在他们又在哪里？你追到人家面前要欠条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没有，你别听他瞎说。爸，你看他竟然还不承认，这在你们单位都不是秘密了，大家都说你假清高、假大方，当面借给别人钱的时候可大方了，但是一不写欠条就翻脸，让老婆堵人家门，而且欠款绝对不能超过日期，不然就坐人家饭桌上抹眼泪。哦，对了，很多你借出去的钱，你以为人家没还，其实人家都还了，不信你去问问。林远山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那些借出去的钱他从来不主动要，结果他发现有的好几年了都不还，还有的故意躲着他，反而给他甩脸子。爸，不是人家躲着你怕还钱，而是我后婆婆要钱的手段太让人难堪了，人家不愿意搭理你啊。有没有这回事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方莹站起来一把拉开大门，门外已经站着一群看热闹的邻居。这里有没有管我公公借过钱的人？是不是早就还了？而且是我后婆婆亲自上门要的。有。林远山一看是他曾经很喜欢的一个徒弟，后来就因为借钱的事，两个人关系就不好了，见面只点头不说话了。师傅，我老婆5年前生病，我管您借了100块钱，说好半年还，结果她病一直不好，一直吃药，我的工资全给她吃药了。结果半年之后，师娘去我老婆床前哭，说话也不好听，我老婆刚刚好点，又气住院了。第2天我就找别人借钱还您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没见过那钱，我不可能管你要钱。还有管我公公借过钱的人吗？是不是都打过欠条，到期也都还了？有。
有。请问你们一下，我公公有张嘴跟你们要过钱吗？在场借过钱的几人都摇了摇头。不信的人，你们也可以出去打听打听，他真的没有管借钱的人要过一回，都是我后婆婆私下搞鬼。院子里的众人顿时哗然，纷纷私下议论起来。我后婆婆要钱的时候是不是说过，这都是她自己的意思，让你们别告诉我公公，不然他肯定会打她。对，他确实说过，我不能让师傅打师娘呀，所以我就一个字没跟师傅说。几个曾经管林远山借过钱的人把各自情况一说，林远山拼命赌咒说他不知道，真的没管他们要过钱，误会慢慢解除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，都是我后婆婆搞的鬼，我公公完全被蒙在鼓里。我太难了。李梅花要钱的时候都给对方打收据，说明已经收到了还款。现在方莹就在收集这些收据，她一会儿还得对账。职工宿舍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管林远山借过钱的人都拿着收据来了。68张收据，我公公真是个大好人。厂里还有其他人肯借给这么多人这么多钱吗？他本来是一番好心，本可以得个好名声的，结果都被我后婆婆毁了。以后大家可不要再误会他了，他真是太委屈了。林远山虽然名声有瑕，爱装大方，但是管他借钱，他真借，所以急用钱的人都会找他。众人连连点头，大家多年来第一次热情无比地看着林远山，不要钱的夸奖，劈头盖脸把他砸懵了。方莹真是个好儿媳，四合院给她住，应该的。误会解除，事情讲清，很快邻居各自散去。爸，您记账的本呢？拿出来，我给您对对。这些年谁还没还，您心里得有数。方莹打开记账本，将钱还了的打勾，账目很快就算了出来。爸，这些年您一共借出去8800块，还了7600块，还剩1200没还。把后妈叫出来对账吧，还得加上您拿回家的工资。既然所有开销都是花苏晴的，那您的工资应该一分没动。哦，还有林明这么多年的津贴，每个月都邮寄回来一半吧？在哪呢？林远山沉着脸去敲房门，李梅花怎么都不开。方莹朝林奇使了个眼色，林奇这回聪明了，过去一脚就把门踹开了。后婆婆，我公公这么多年的工资，我老公这么多年的工资，都被你藏哪了？你公公是我老公，他的工资给我，关你什么事？我们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。你老公昨天之前还是我儿子，以后他也是我儿子，他交一半钱孝敬父母，养他弟弟妹妹，有问题吗？谁家儿女结婚之前挣的工资不是交家里的，还没听说谁要回去的。你敢要，我就敢找林明的领导评评理。方莹来我男人的单位闹，我就去他男人的单位闹，让他也丢人。你说的竟然很有道理，你男人的工资确实跟我没关系。爸，你这么多年的工资一分没少，我亲婆婆的钱却被你们花得一干二净，你得还吧？得还，应该的。爸，虽然还钱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也体谅您的不易，这一时半刻让您上哪找这么多钱去？哎，想想当初被我后婆婆催债的那些人，真是不容易。一时还不清，那就慢慢还吧。您现在的工资是一个月260块钱，我每个月带您领200，给您留60，够你们一家人的生活费了吧？不够，就让我后婆婆把她偷藏的钱拿出来补贴。一个月200，一年也才2400，33年才够8万。您今年都50了，你觉得我活不到83？好吧，我也觉得有点呢。爸，你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抵账？你也说了，爸现在一贫如洗，两袖清风。不是啊，您这不还有一套房子吗？怎么着，抢了大的还不算，现在连小的也不放过。狠，太狠了！连林奇都害怕地看着方莹，林远山的表情也有点不好看。爸，您误会了，这房子是单位的，您只有居住权，根本没有买卖权。再说，纵有1000间房，只睡一张床，我现在有大房子住，还能跟您抢这个？就是跟四合院一比，这个啥也不是。爸，我这都是为您好啊，这是存折，每一笔支出银行都有记录啊，没人查就算了，一旦有人查，就解释不清啊，到时候您怎么说？说您只是花了苏晴的钱养您父母、孩子、小老婆。是啊，该怎么解释啊？咱们必须提前做好被查的准备，到时候您就说这存折当初是苏晴留给几个孩子的，您不得已花了，但是您会还。之前因为孩子们都小，掌握不了这么多钱，您和林明早就约定好了，等他成家立业的时候就把钱都还清，没想到一不小心花超了还不起。爸，您不用这么看我，这个真找不了，毕竟存折上每笔记录都清清楚楚，说什么都没用。确实，这个只能怪我自己和李梅花，
我不傻，李梅花的每笔账不可能都和名目对得上。虽然现在您还不起，但是您得表个态，也不是表给我，而是表给上面看啊，得让他们看到您坚决跟苏晴划清界限的决心。您手里的存款还不起就用工资还，工资还不起就用房子还。您只要写张字据，说万一有一天这房子能买卖了，您就把它送给黎明抵账，就抵5万块吧。现在的房地产还不能流通，特别是单位福利房，真的是只能住不能卖。但是如果是私人的房子，60平卖5万，也不低了。爸，我真不要您这房子，我还可以给您写个字据，您可以一直住在这，到时候我带领您3万块钱工资就行了，多了不要。这孩子真的处处都在为我着想，只是写个不太能实现的字据而已，跟上面装样子，他却真的给我抹账，咋这么好呢？我们写字据吧，你放心，爸不占你便宜，爸每年还有年终奖金呢，以后这些都给你。爸，咱们把这条也写进字据里，时间是永久，条件是包括年终奖的所有奖励，好不好？林远山的脸皮抖了一下，但是想到方莹2次在外人面前挽救了他的名誉，他脑袋一热就答应了。好。方莹可是知道林远山以后会解决一个世界难题，上面奖励了他100万。方莹虽然不在乎这100万，但是能让李梅花不开心，他就开心。爸，不是我挑拨离间，我是真替您不值。您对他这么好，连他侄子结婚您都随大礼，他却让您在同事面前没法做人，多的我也不说了，您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就行，别再真心错付了。李梅花恨不得吃了方莹，这还不叫挑拨离间？那什么叫挑拨离间？方莹写好字据递给林远山，抬腿就走。爸，我就不打扰您跟后婆婆说心里话了，这就走。哦，您的自行车我骑走一辆呗，我总不能在家吃闲饭，不然黎明一个人养家多难啊。阴阳谁呢？当我听不出来吗？还有，那是我的自行车。年轻人就该上进，骑走吧，等下个月我管单位要张自行车票，你领了我的工资正好买辆新的。上辈子怎么没发现公公这么好忽悠？回到四合院，方莹跟家里几个汇报战果，但他们都认为那房子得不到手，还平白抹掉5万块，太亏了。我有内部消息，福利房以后可以随便买卖的，到时候就不止5万了，50万都买不到。上辈子那房子卖给个人之后，很快就拆迁了，房主得到补偿，选择前或者一套2环内的房子，2环内位置特别好，以后每平米15万以上。嫂子又吹牛，就那小破房子值50万，这是被谁骗了吧？姐弟3人对要回钱本就不抱希望，没想到现在每个月能有200都挺开心。至于那破房子，嫂子开心就好。对了，今天你们刚走，方燕就来找你了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也不说，他还想进你房间，多亏房门锁上了，他就生气走了。方燕啊，你们不用理他。方燕蠢得可恨，没脑子还什么都敢干。上辈子爸和大哥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明天我要去我爸那边忽悠他同事，下午要去找工作。大齐，你明天把后院好好整整。秀，你还是去上学，最后几个月好好感受一下。小玉，你好好学习，将来嫂子一定让你上大学。好了，睡觉，明天都加油。院子静悄悄，方莹去后院拿了铁锹和水桶进了空间，第一件事就是去闻榴莲。真香啊！林奇竟然说是屎味，简直岂有此理。方莹想到什么，出了空间去拍林奇的门。什么味儿啊？嫂子这一天天的，好吧，胖人吃的多排的多，可以理解。把你弹弓给我。嫂子，你要打谁家玻璃？你说，我去，我打得准。我打你脑门，以后不要去打别人家玻璃了，知道吗？明明是管我要东西，凶什么凶？这是我大哥亲自给我做的。林奇还没说完，方莹就把这弹弓抢了过来。没错，上辈子林奇就是用它砸方莹的玻璃。这是小叔叔做的，这辈子到了我手里，我会好好爱惜的。空间里头依然天光大亮，借着光，方莹开始给林明写信，纵有千言万语，方莹却不知道怎么下笔。你手里是不是没什么钱了？到时候我给你寄点吧。你名下的四合院我给要回来了，爸和后妈带着他们的孩子搬走了，爸以后每个月给我200块钱，算我们4个的抚养费。爸说他还不到养老的年纪，你现在也成家了，让你以后把工资都寄给我就行。实话不能写，因为他们的信会被检查。方莹写完信收拾好，就拿着弹弓打榴莲去了。太美味了，闻不出它香味的人真是可怜，人生都不完整了。方莹一直把整个榴莲都吃完，才开始整理空间，除草、浇水，清理出10亩的地。明天去买种子，用空间井水浇灌出来的蔬菜水果才是人间美味啊！
为了这个，方莹吭哧吭哧在空间里忙了一晚上，出了空间天都亮了。院子没人。方莹动作迅速地拎着桶和铁锹去了后院。哎，我一看水桶不见了，就猜到是你。这桶以后还能用吗？方莹尴尬的不行，但是没办法，她是绝不会在外面使用空间拿取物品的，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。今天我必须去买桶。方莹也不解释，放下桶和铁锹就走了。吃完早饭，方莹在胸口别了一朵新娘花，拎着喜糖，喜气洋洋地出门了。从小区走出来的方德一眼就看见了方莹，眼前顿时一亮，还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套衣服和发型都挺不错，要是再瘦点就更好了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是谁设计的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女儿这么可爱？给她花1万块钱，好像也没那么心疼了。买糖了。方莹给他展示了一下兜里的喜糖和喜烟，方德彻底放心。方德在商贸部工作，高大上的单位，但是他在的进出口部门是个清水衙门，因为这10年的进出口贸易非常少，部门内的同事都使劲想出去。可是再过几年就不一样了，上辈子方德就捡了便宜，胜者为王，但他也没得意几年，被方燕的对象算计，差点坐牢，最后被开除，人却抑郁了。哎，爸，您这么多年兢兢业业，眼看也要50了，什么时候能混个小车坐呀？这就要看你了，闺女，你今天白话好了，爸调岗就指日可待了。还有，爸今年45，记住了，是40出头，离50还远呢。爸，老话说得好，您做鸡头不做凤尾，您在这个部门10多年了，想努力跳出去，到别的地方就要从头开始。你是能伏低做小，拼过小年轻，还是能拼爹拼过同龄人？方德的心里相当震惊，方莹竟然能完美猜到他的心思。他爹活着的时候也是个老农民，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的自己。热门部门就那么几个，里面竞争太激烈，他去了只能给人当小弟。可是留在这里，爸这辈子都混不上个小车座。我们部门老大比我还小2岁，我熬不过他呀。爸，一叶障目了呀！你想走，他不想走吗？他比你更想走啊！等他走了，你就是你们部门资历最老的人了。这是上辈子的真实轨迹，只要再等2年，对方就走了。不能吧？你不知道，他以前留学的时候就学的国际贸易，又是主动请缨到我们部门的，说是就爱这一行，要焊死在这位置上。男人的嘴你也信？有句真话吗？爸，你要迟到了，快走！方德的自行车蹬得更快了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。王叔叔好，李叔叔好，孙叔叔好。被叫的几人都茫然地接了喜糖，笑着寒暄2句离开了。这些人方德都不知道姓什么，更不熟，因为不是一个部门的。方莹却都没叫错，因为这些人以后都是经常上电视的。赵叔叔好。你哪认识的人？都不是爸爸同事，一会儿糖不够了。报纸上看见的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开头我已经给你打好了，后续你要维护好啊。知道知道。方德带方莹见了部门老大王军，方莹笑得更甜了，因为这位可是将来霸屏的人物。王叔叔好，我是小莹。这是我二女儿，刚结婚，非要来我单位亲自给各位叔叔阿姨送喜糖。小莹，孙阿姨，好多年没见，您还记得我呢？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来，您给我块糖吃，卡到了，我差点没吐出来，都把您吓哭了。哈哈哈，原来是记着仇呢。谁说的？当时要不是您给我拍出来，我这条小命都交代了。以前小不知道怎么报答您，现在我长大成人了，以后可要常跟您走动了，您到时候别嫌我烦。方莹的表情管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孙平只看到了真诚。阿姨可记住了，你以后不来我可生气了。你结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好你个老方，这事都藏着掖着的，怕大家蹭你喜酒啊。闺女，这是演的哪出呀？我不知道台词啊。爸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替他们隐瞒？你不说我说了呀，我可不背过。没有台词，让我怎么接？好孩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孙姨，您之前听说我和林红处对象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们早就分手了，林红喜欢上我季姐方田，知道这么做不好看，他们还不让我爸说出去。快别说了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好脾气了？任他们在你头顶上拉屎，他们不让你说你就不说，小莹的名声不要了。孙姨，您别怪我爸，他也是不得已，后爹难为啊。他为了我的名声就把事情传出去，那我季姐的名声就没有了。他说女孩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金贵，为了这个他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王军和孙平顿时抬头看着方德，都在心里想，原来他们之前都看错了，方德竟然人如其名，这么有品德。闺女真厉害，我辛辛苦苦20年都没有树立起这形象，那现在怎么又想说了？我爸能忍，我不能忍啊，不能让林红脚踩2只船。对，不能忍。但是我爸又压着我不让我说，我脑子一抽就打算先斩后奏，找个人结婚，和林红的关系不就自动解除了吗？方莹不能说林红这边跟他季姐好上了，他转头就跟林红他叔好上了，别人就会觉得这一家子都是些什么人，乌烟瘴气的，所以就得实话实说。
我想找个处处都压林红一头的，找了几个月没找着合适的，结果前天看见黎明了，我来不及多想，就把他堵胡同里了，求他娶我，他真就答应了。你可真厉害，胆子也真大。黎明处处压林红一头，是林红他叔吧？王军不是京城人，来京城1年，林家这个不上不下的家族，他不是很了解。这婚结得好，结得好，黎明比林红高还帅，听说还因为立功连升了好几级。爸，您看孙阿姨都说我和黎明结婚是好事，您就别生我气了，您不能总想着季节，一点不顾及我呀。这句话里带着无尽的委屈，孙平眼眶都红了。王军看方德的目光也是不认同。傻丫头，我要是真不顾着你，什么好东西能只想着你？为了这个，你亲姐姐生多大气，你不知道吗？赶紧进行下一个主题吧。这个镯子是黎明母亲送给我妈妈的，当年说要留给我们姐妹当嫁妆。爸爸知道我嫁给了黎明，就做主把他给我了，说他跟林家有缘，算是物归原主。姐姐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让我写了个欠条。不过我有个好爸爸，爸爸说替我还了，但是他又没有钱，他说要跟我公公学，以后用工资还债，每个月让我大姐来领走200，几年就还清了。孙平和王军顿时佩服地看向方德，这是真宠女儿的，也不算偏心，他却愿意补偿老大1万，确实是个好父亲，对妓女也好。养了18年，终于见到回报了。你公公又是怎么回事？他也需要拿工资还账，不是听说他家挺富裕的？哎，要说我公公也是不容易。方莹如实把林远山家的事情都说了。面对王军，方莹必须留下诚实的好印象，以人家的身份，没准回头一打听就能查到事情原委。王军现在对方莹印象深刻，眼神也不陌生疏离了。好家伙，这小姑娘的娘家、婆家，还有和对象怎么结婚的事，我现在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快别耽误领导时间了，我们出去吧。看我话太多，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哈，去别的办公室表演，不发喜糖。很快，方德是个慈父的形象就立起来了，身上立刻就自带了好人的附属性。不错，但是今天话有点密呀，你完全可以下次再介绍你公公的事情。我怕到时候传言传到这就变味了，而且也顺便增加一下王叔叔对你的关注力，我公爹还是很有能力的。林远山在研发纺织这块他是顶流，而且林远山有个好堂哥，就是林红的爷爷，现在职位不小，方德现在多少也算沾亲带故了。还有方田和林红的事，虽然你的解释也不错，但是有点自损800。爸，他们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，你真就忍了？你真想替他们瞒着？不是，是林红这人品德败坏，他将来肯定走不远，就是个废弃了。方田应该找个对咱家更有利的对象。方德现在有点怕得罪这个女儿，因为他心眼子好像比他还多。爸，方田和林红的事情必须成。给我一个理由。一是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方田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了。2当然是这样能让林红家难受。您没相中林红，其实林红父母也没相中方田，真喜欢方田，他们早就好言好语来跟您商量了，更没相中我。我去他们家，他们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使唤我跟使唤他家小保姆似的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以为算了，都是我傻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。林红父母现在就是利用方田，让他拆散我和林红的婚事，然后您肯定也不同意方田嫁给林红，这样双方都理亏，他们就不用给您低头了。现在如果方田嫁给林红，就能击碎他们的美梦，废了他们的旗。嫁，必须嫁，不嫁他就别姓方。其实方莹还有个3没说，上辈子方田踩着林红攀上了别的高枝，过了很多年好日子，这辈子他只能嫁林红。爸，你有钱吗？给我点。昨天刚给你500，你干啥了？喜糖、喜宴、衣服、鞋、包，还有我家的生活用品。你是不知道我后婆婆这个人多么会算计，她走的时候就给我们留了3颗土豆。方德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抠，特别抠，只有装面子的时候特别省。比如昨天那500，现在方莹任务都完成了，他就有点想卸磨杀驴。爸，我后天想去孙姨家，总不能空手去。听说孙姨父是铁道部的。他爱人特别清廉，就怕别人看见他用好东西。你买2条大前门，2两茉莉花茶就行，不用买好的。懂了，爸，你真厉害，竟然连他爱人的喜好都知道，这些年真是辛苦了。方莹一顿彩虹屁下去，方德被拍得舒舒服服的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钱包已经空了。没有菜单，那有饭吗？挑拿手的上。没有。那来碗炸酱面。我们没有肉。方莹拿着方德给的30块钱买的桶、铁锹和种子，回了4合院。林奇看到了方莹手里的桶和铁锹，他的表情瞬间精彩了。得，这俩算是白买了，只能等林奇不在家的时候再买了。拿后院去，以后总不能你一个人干活，大家跟你一起干。哈哈，误会嫂子了，嫂子这是紧抠我呢。三姐，你这衣服好漂亮啊，在哪买的？裁缝店做的。给我也做一身呗。找你妈去，你妈给你买那么多，也没给我买一身啊。
三姐，你新家好大啊，你一个人住正房会害怕吧？我跟你一起住啊。谢谢，我晚上一点不害怕，我一个人睡习惯了。我是你亲妹妹，住你的房子怎么了？又住不坏。我用一下你的笔又用不坏，穿一下你的鞋又穿不坏，可是你从来不借我。胖妞这时被林红甩了，受刺激了吧？三姐，你的工农兵大学推荐信呢？卖了吗？还没有，怎么你要买？三姐，我们是亲姐妹，你怎么还跟我谈钱啊？看来你亲姐姐方田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情啊。我因为这个镯子跟我亲姐姐明算账，欠了她1万块钱。她怎么在你手上？妈妈说这是我的。这是我亲妈留给我和我亲姐姐的东西，跟你和你亲姐姐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家里的东西吗？再说你妈都没了，这就是爸的，大的东西我也有份。那你去跟爸说吧，让他也给你写个欠条。快去，看爸不对死你。哼，回去就跟爸爸说，凭什么只给这头肥猪？你把推荐信给我呗，反正你也不用了。2000块钱。方燕根本就不想花1分钱，软磨硬泡都不好使，一声气走了。下午，方莹出门去了京城的供销公司，就是管理各个供销社的总社。他亲大哥方学就在这里上班，虽然只是个办公室小科员，但是买各种东西都挺方便。大哥，二妹，你咋来了？还变时髦了？是不是变漂亮了？哥，我结婚了。方莹绘声绘色的把这2天发生的事都说了，方学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你还是我那个蠢妹妹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哼，我以前只是装傻而已，结果装得太像了。你现在醒悟了，哥就放心了，咱们往后看，把日子过好。大哥2辈子都是真正关心我的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大哥寿终正寝。我想扣个大棚，就邻家后院那么大，需要塑料布，大哥你给我弄，我给你钱。当我是方云呢，跟我提钱。大哥别打肿脸装胖子了，你兜里不会超过5毛钱，我不给你钱你就得出去借，这是我刚从爸爸那要的钱。好尴尬，二妹真不傻了，还知道我没钱。你公公的工资你可以领，最好不要花，花也要记好账，就怕到时候林家人跟你翻旧账。我知道的，你放心，塑料布的是你记的呀，这个挺急的，我想在年前种出点什么来，自己吃或者偷偷卖。到时候都交给我，你种多少我就给你卖多少。行，你去吧，等你的好消息，我先走了。方莹顺着国道，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地方，一排路边饭店，类似于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存在，不过这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，一共3家饭店兼旅店，中间那家最大，估计是正经国营饭店，屋里不时飘出炒菜香。南边一家是卖包子、水饺、烧饼的，北边这家门上挂着东兴饭店的招牌，但没闻到菜香，也没看见人进出。很好，就他了。都跟你们说了，上班时间不许玩，不许玩，还有没有个上班的样子了？上班没有顾客上什么班？我单给鬼吃。走错门了吧？我吃饭。这不是饭店吗？还是不接待女客人？你要吃什么？有菜单吗？那2家有。就冲这句话，不倒闭都没天理。没有菜单，那有饭吗？挑拿手的上。没有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他说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拿手菜，也没有米饭，只有面条。你也不是很会说话的样子。那来碗炸酱面。我们没有肉。没肉你开什么饭店？这是清真饭店吗？厨房现在还有什么？我们好久没买菜了，就剩几个土豆、白菜、鸡蛋了，还剩20斤面粉，800斤煤。你是吃白菜面还是鸡蛋面？你们这饭店开多久了？8个月了。怎么坚持8个月的？众人表情就不是那么好了，这句话戳他们伤口上了。吃不吃饭，不吃出去。方莹忍了，现在服务员都这样。一样一碗白菜面和鸡蛋面，我尝尝大师傅的手艺。我不是大师傅。方莹还以为他在谦虚，结果2碗面上桌，他不用吃就知道了，这人真实在。所谓的白菜面就是清水煮面条和白菜，鸡蛋面是清水煮完的面条上扣个煎鸡蛋，鸡蛋煎得挺好，就是忘了撒盐。5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方莹，方莹每碗吃了几口，他不死心啊，没准这是个神厨，卖相奇差，但是味道奇绝呢。事实证明是他想多了。大叔，您就没考虑过换个大厨吗？我是第8个了。都是有坏人搞鬼。边那个饭店也是公社开的，我们2个公社原来就有点矛盾，他们就故意整我们，败坏我们的名声就算了，还不许我们卖面条以外的东西，还把前面7个厨师都打得不敢来。我是最能打的，他们10来个人打不过我，这才收手。我怎么感觉对方是觉得不用打了呢？别唠了，2碗面3毛钱，给钱。
不好意思，我没钱。什么？你竟然敢吃霸王餐？别急，我现在欠你们3毛钱，但是一会儿我给你们赚30块钱还账，怎么样？那家只让我们卖面条，如果我们不听，卖别的呢？谁跟你我们？脸皮这么厚，怪不得敢吃霸王餐。他们会立刻过来掀桌子，把客人拉走，让人家免费过去他们那边吃，还会把我们的粮食都糟蹋了。那他们打我们的厨师，我们就不能打回去吗？人家厨师的儿子是警察，仨都是。大爷，我是个军嫂，我男人是当兵的。几人一愣，都还以为他想吃霸王餐，顿时又齐齐给他个白眼。快别误了饭食，耽误我们赚钱！你把炉子抬出去，把锅搬出来，我要在外面做饭。你把桌子搬出去，你去提桶水放外面。你把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拿出去放桌子上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个神经病。吃霸王餐就算了，现在还想把他们饭店都罢了。看什么？我出去做面条，卖出去1碗3毛钱就来了，好还你们账。你们不想要钱了？你拿我们的材料做面条，卖出去还你的账，你很会算账啊！大爷，你反应不要这么快好不好？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齐强。冯总。冯佑。这爸妈真会省事。我叫李翠，不是你一个吃霸王餐的，问我们名字干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方莹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我哥在供销总社上班，我姐在报社上班，我男人是当兵的，现在是个中尉，我公公在军工厂上班。我给你们当厨师，对方不敢打了吧？几个人看他的目光顿时不一样了，特别是老头，2只眼睛简直像探照灯。你要给我们当厨师，你会做饭吗？这身份一听就是个大小姐，面条能煮熟吗？比强哥肯定强。方莹转头发现齐强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，根本不介意他说厨艺比他强。大家动起来吧！几样东西很快就按照方莹说的准备好了，摆在了门口空地上。方莹查看了一堆材料，发现里面有豆瓣酱，顿时放心了。她洗了手，动作麻利的开始做拉面、和面、揉面、拉面，动作行云流水，面条甩得跟耍杂技似的，顿时吸引了几个司机。哟，东兴饭店又换厨师了，这个专业像真厨子，就是挺年轻啊，还是个胖丫头，估计是家传的手艺，不然不能吃这么胖。那得尝尝。别了吧，别刚吃一口就又让南边那家过来掀了桌子，扫兴。更何况那家的包子也不咋地。南边富强饭店的厨师是靠3个当警察的儿子上档的，厨艺比光头只强了一点点。还是中间的国营饭店最好吃，就是太贵，出菜还慢，服务员那脸还比驴长。他们去吃饭就跟去要饭似的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富强饭店给东兴饭店定了规矩，只要他们做面条，就不掀他们的桌子。那走，尝尝去。 3个人走了过来，方莹的面条已经下锅开煮了。小童子做的兰州拉面，但是我看你这清汤清水的，牛羊肉呢？这位师傅见多识广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这是正经的兰州拉面手法。但是我们不卖兰州拉面，卖炸酱面。今天是鸡蛋酱，明天就有肉酱了。炸酱面也行啊，冲你这拉面的手艺，来一碗尝尝。 现在城里1碗素面就1毛钱。方莹想起自己刚刚吃的2碗面，李翠要他3毛钱，估计是大车店可以贵点。不瞒您说，我是御厨的徒弟，手艺一绝，所以我做的面条卖的贵，3毛钱1碗。几人头一次听见这么夸自己的，但是方莹的表情很严肃，也很骄傲，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。 3毛钱就3毛钱，谁吃不起似的？让我尝尝你这御厨徒弟的手艺，不好的话可别怪我砸你师傅的招牌。你师傅叫什么？ 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你只需要记得我的名字，厨神小芳就可以。几位大哥进屋等着吧，马上就出锅。说话也没耽误方莹手里的动作，她已经把酱调好，鸡蛋搅好，葱姜蒜也都切好了。方莹狠狠炒了空间出品的花椒和桂皮，味道顿时就不一样。鸡蛋和葱花一下锅，周围全是香味，立即有人从隔壁2家饭店跑出来看是哪飘来的味道。南边富强饭店的人反应很快，2个凶猛男人立刻冲了出来。干什么？ 你过来试试，打不死你！2个男人顿时停住了，看冯左冯右的眼神明显带着畏惧。方莹顿时高看了2个小年轻一眼。哟，看样子他们还挺能打，喜欢。不用过来了，我做的是面条。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芳，是个军嫂。2人彻底不动了，不过也没走，就看着方莹。方莹很快炸好了鸡蛋酱，然后捞出几碗面条，1碗面上浇了1勺子酱，鸡蛋酱就用光了。为了保证味道，一锅不能炒太多酱。 屋里几个司机已经等不及了，立刻跑过来自己端碗。现在很多国营饭店也是这种规矩，自己去窗口端菜，吃完了还得把碗筷送回窗口，就差自己刷碗了。哇，真好吃！周围顿时有人开始咽口水，
他们自己已经闻到香味了，而且看几人那吃相就知道好吃。面条不多了，还能再做5碗，谁还要？3毛钱1碗。他重新打鸡蛋，倒水刷锅，重新开始炒花椒。空间出品的花椒有股奇异的香味，特别勾人。给我来1碗，不，我要吃2碗。再给我来1碗。大家都来尝尝，真好吃。别看没放油，但是有股肉味。咋做的？要么我为什么敢叫厨神小芳？难道你以为是吹的？难道不是？但是想想刚刚吃完的鸡蛋面，我还真有点信了。抬2张桌子出来，摆外面，别抬太多，2张就够了。方莹怕俩人太实在，把所有桌子都抬出来，到时候空空荡荡，显得生意不好。不如现在这样，有人围着摊子站着，就显得生意火爆了。又一锅鸡蛋酱炸好，做出5碗面条。方莹又开始重新和面、拉面，吸引了很多司机过来看。饭店门口围着一堆人，还有浓郁的香味。就有好奇心重的司机把车开下公路，停到东兴饭店门口凑热闹，然后就都留下了。这一中午，方莹都没闲着，20斤面粉很快消耗光了，鸡蛋正好也没了。现在人都能吃，碗也大，所以一共就做了40碗面条，收入12块钱。我不算吃霸王餐了吧？不算不算。大爷，还没问您怎么称呼。我叫钱来，你叫我钱大爷就行。那我就走了，回见了您。等等，小同志，晚饭还没做呢。晚饭做什么？做空气。我已经让齐强去公社拿面粉和鸡蛋了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再待会儿，马上就到晚上的饭点了。大爷，您不会叫钱来，钱都是讹来的吧？12块钱还不够我还账的吗？我还得白给你们做晚上的饭。呵呵呵，小同志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们当厨师吗？这不都上工了吗？我们虽然是公社饭店，但是我们也有编制。我不要编制，要那玩意麻烦，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，让你去拿你就去拿，多给我开点工资就行。这个好说，这个好说，编制多么难得，他竟然不要。工资的话，齐强1个月是30块钱，太少了。老头也觉得，如果方莹做其他菜也有鸡蛋酱的手艺，那确实有点少。那你想要多少？大爷，你们这饭店是属于公社的，收益怎么分？都交给公社吗？还是交多少？我们可以留下50%的净利润。哇，这么多！多什么？就这还不够发工资的呢。我们的工资不是上面发，就从这50%里出。我们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你个一根筋，还想不想发工资了？留住这胖丫头，你们下个月的工资就有着落了。你们的工资也是按同行的标准发的吧？每个人30-50左右，那多余的收入怎么发福利？没有多余的，从来都没有。福利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你俩挺会玩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留下来？以后这50%怎么花，我说了算。当然是在正常发放了大家工资的前提下，而且所有福利平均分配，我不会多拿一份，大家发什么我就发什么。福利什么的，他们根本没见过。如果方莹能给大家赚来，那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呗，他们跟着沾光就行。还有，我还要带一个人来，他要这个编制，给我俩算学徒工资就行。那怎么好意思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们就不写字据了，击掌为誓。如果哪天你反悔了，我就去富强饭店。你这小同志可真是会拿人七寸。他要是说不干了去别的饭店，我可能还无所谓。他说要去富强饭店，那我得气死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去。东兴公社就开了这一个饭店，举全公社的物资供应，不说要啥有啥，面粉和鸡蛋这点玩意还是很充足的。我儿子怎么说？知道我们赚钱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把钱哥高兴坏了，还说晚上要过来尝尝厨神小芳的手艺。你儿子谁啊？地道，他儿子是社长，东兴公社的。失敬，怪不得这破饭店能开8个月。干活去吧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富强的人。大妈。冯总，你去刷碗。冯佑，你去把白菜洗了。翠姐，你去看着外面的炉子，别灭了。强哥，你跟我学做拉面。我以前就管扫地，不刷碗，那是翠姐的活。我以前就管上菜，不洗菜，那是翠姐的活。小伙子火力壮，以后刷碗洗菜的活都是你们的了。翠姐是女孩子，不方便。我看你拉面了，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没眼力见的玩意，人家是要教你技术。多少小工苦熬10年，大师傅都不教，人家上来就要教你，你还不学，不识抬举的东西。钱叔，我不是不想学，可是你知道我手笨，我这手指头都快赶上擀面杖粗了。再看人家拉那面条，比筷子都细，我看这手指头都不敢碰。
是我疏忽了，忘了做饭还需要天赋的。我以为强哥能当大厨是因为有点天赋，难道一点点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上岗1个月，你是第一个吃我做饭的人，我媳妇还没吃过呢。那你们谁想学？我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当苦力的。拉了1中午的面，我胳膊好酸的好吗？我也没做饭天赋，我妈从我10岁就开始培养我，现在已经放弃了。我们以前没做过饭，但是我们想试试。可以试试吧。方莹开始教冯左冯右和面、揉面、拉面，两人拉面非常有天赋。第一次做，拉出来的面条虽然有点粗细不均匀，但是能卖。这就行，又不是我自己吃。给我来1碗。您是东兴公社的社长吧？长得跟钱大爷真像。小同志手艺真好，家传的。不是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他让我下来历练历练。好，历练好，历练好。方莹1碗面已经下好，钱流端着找他爸去了。到了饭点，方莹又把锅往路边移了移，让路过的人都能闻到味道。他用干辣椒、葱姜，配合空间出品的花椒、桂皮，下锅油炸做料油，切了白菜、干豆腐和粉丝，做了个拌三丝，最后用熬好的料油往上一浇，顿时激发出一股浓烈的香味。路过的司机没有不扭头看的。凉菜1毛钱1碗，鸡蛋面重复中午的套路，冯左冯右和面拉面，方莹炸酱拌酱，50斤面粉做了100碗面条，屋里的桌子竟然都坐满了。很多人期待着明天早上的早餐，直接住在了这里。饭店后面有2间大通铺，一张炕上能睡10个人，5毛钱1宿。大爷，我这霸王餐吃的好吧？好，太好了。中午12块，晚上30块，外加凉菜卖了30碗，3块钱。这一天收入45块钱，还没算上后面爆满的大通铺，又是10块钱。这点钱，前来都数了好几遍。我说下明天的安排：白菜、干豆腐、粉丝准备全，反正你们准备多少我做多少，不准备就没得卖。白菜好说，我给你来1车过来，5000斤，怎么样？那倒也不必，储存不好，放烂了还得算我们的，不如您放着，我们每天要20颗就行。干豆腐目前每天要2板，粉丝可以多上点存着，还有黄豆酱、豆瓣酱，如果能弄来豆子，我自己也可以做酱。这个哟，我给你拉500斤来。可以，还有要五花肉20斤，大骨头随意，再来点香菜、黄瓜、豆芽，我们做个正经的老北京炸酱面。其他都好说，就是这个香菜和黄瓜，快到冬天了，我上哪给你整去？这些大棚菜都是供应高档饭店的，我们这庙小，抢不到也买不起啊。这个好说，我来安排，不过要过几天才能弄到，我尽量争取比市场价便宜一点点。好，你有痦子就行，反正用的也不多，买了。早上几点上班？明天我就带另一个人一起来了。这个我们早上有点早啊，按理5点半就上班的，关键是司机们出发的早，他们天亮就走。那我5点过来吧，你们谁来的早就把准备工作做好，把面条抻出来。他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练功，还真会功夫啊！你们家住哪？方便送我回家吗？对于富强饭店，方莹还是有点怕的，她怕把人打死。方莹上辈子有钱之后学了点功夫，而且她空间里还有个电击棒呢。但是这种高科技的玩意不能暴露，能不用还是不用。我们就住饭店，送你回家再回来。方莹觉得这俩人说话真有意思，双胞胎她见多了，但是默契的像一个人在说话的，她还没见过。结果出了饭店推车要走，才知道这2个人没有自行车。我们穷，父母在我们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后来我们就被师傅收养了，师傅也去世了，再后来我们就来饭店了。方莹观察2人，他们目光清澈，甚至有点呆萌，眼里并没有多少阴霾。你们2个的理想是什么？有个家。方莹还以为是变有钱什么的，刚想承诺有个家，这就有点难了。不过其实也简单。我想起来了，明天早上我们2个女孩子天不亮就赶路，有些危险，以后就让他们住我家吧，我们一起上下班安全。你家住得下吗？谁家的房间也不富裕啊。我家666平，大4合院，现在只住着我和我小叔子、小姑子4个人。去吧，快走吧，别在这气我。走吧。你骑，我们跑。我们跑得比你骑得快。方莹让2人跟他回家，就是想让他们当左右护法，现在就是试试他们身手的时候。那我骑喽，你们跟上。富强的人，大妈，别打，和气生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爸在商业部上班，我是个军嫂，大家和气生财啊。我们现在过去，他们如果敢动手，就狠狠的打；如果他们不动手，我们也不能先动手，谁先动手谁理亏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师傅教我们了。自行车径直从几个男人旁边经过，没人动手。他们没想到冯左冯右会紧紧的跟着方莹，他们打不过冯左冯右，每次只挑东兴厨师落单的时候下手。
直到遇到了能打的齐强，他们才收手了。当然，他们经理也说了，齐强当东兴的厨师，他们也不需要动手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就不信他俩能一直保护他，等他明天早上再来呢，不来更好。还打吗？你们没听见他说的那些吗？走，回家问问经理。冯左冯右就这么一路跟着方银妻回了家，得有40来里地，结果两人只有些微微脸红气喘。他们基本功绝对没问题，不错。大哥，你来啦，塑料布买了吗？你还惦记塑料布？你上哪去了？一天不着家，现在都几点了才回来？急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别生气，给我留点面子，有我同事在呢。同事？就是这2位，冯左、冯右，具体我们回家说。冯左冯右长得干净，气息也干净，方学第一眼就对两人印象不错，立刻热情地跟他们寒暄起来。嫂子，你去哪了？急死人了，林奇林玉都找你去了。这才几天，二妹就把小姑子小叔子都收服了，真不错。方莹进了院子就看见了一捆塑料布，顿时高兴了，心里猛夸方学办事效率高。秀，我给你找到工作了，不过工资有点低，18块，但是有编制，还有福利。只要有编制就行，不用去下乡了。说说怎么回事？方莹叽里呱啦的把当厨师的经过讲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啥时候厨艺这么好了？我自己偷偷在家苦练的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那就尝尝我的手艺。一碗鸡蛋面下肚，方学和林秀被震惊了。回来了，快来吃饭，给你们留了，热乎的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冯左、冯右，我和秀儿的同事，以后就借住我们家，天天保护我们上下班。听方莹这么说，大家都对两人的借住没有意见。你们有工作了，那我呢？你在家种地。林奇的脸顿时垮了。种出来的东西卖了，给你10%的分红。等林奇匆匆吃完面条，冯左冯右就帮着林奇去后院扣大棚了。我今天去看爸了，他说明天要去林红家谈方田和林红的婚事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走，看戏去。看什么？以爸的为人，事前肯定要问问方田的意见，他肯定不同意，后妈也得闹，我得去阻止他们。惊了，真的成精了。干嘛呢？这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3个被我爸卖了呢。多么大的委屈，哭得这么荡气回肠，说出来，我给你们评评理。他一脸笑容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，母女3人顿时哭不下去了。爸，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你猜不到吗？方田不同意。你不同意嫁给林红，那你跟他滚什么床单？需要男人，饥不择食。你别说话了。好你个林明，把我单纯的二妹教成啥样了？等你丫回来的。我没有，我和林红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血口喷人。反正没有真那啥，我不承认就行。爸，他当你是傻子。你看看你这些年掏心掏肺的，竟然养了只白眼狼。我都知道，不用你说。你知道个嘚儿啊！方田，你的那些伎俩对我没有用。方田低头抹泪，心里却是一点不服气。没用，没用，这些年对我那么好。我不管你跟林红到底有事没事，林红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不然你就离开方家，找你亲爸去吧。爸爸，这是我爸。不是你爸，你要是真当他是你爸，现在还当他是傻子，不跟他说实话。我爸今天已经去找过林红了，他什么都承认了，包括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，他什么时候第一次亲你的，什么时候第一次摸你的，什么时候第一次钻被窝啃你的。可，跳过这一段。这回方德没让方莹闭嘴，而是继续让他炸方田。方德这一天都在单位忙着串门，哪有空找林红？好吧，反正林红今天跪地痛哭，求我爸成全你们，说他和你是真爱，还有你们一起写的诗作证。你是开在我心头的一朵彼岸花，我们的爱情至死方休。你不觉得不吉利吗？这首诗是方莹后来知道的，林红自己说这是他们的定情诗。哦，上面还有2血爪印，属于你的那个你还故意印得很模糊，当时你就想过不认账吧？可怜那傻子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在玩他呢。方田真的信了，要不然方莹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？方德也很奇怪方莹是怎么知道的。现在你的选择呢？老方，咋的？你想替他嫁？唐真震惊的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你肯定要说那林红胆小懦弱，好色无能，不是良配，不能给家里带来帮助，不能让方田掉火坑。唐真就没吱声，他确实要说这些。所以胆小懦弱、好色无能的林红就可以娶我，不能娶你亲生女儿。以后再别说你对我比对亲生女儿好了，恶心。不是，我也是现在。够了，闭嘴，让他自己说。所以你的选择呢？快点说。我嫁。看什么看？都被人摸光了，还不嫁给人家，不要脸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女孩子家的，以后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自己长点心。方德突然恨恨地看向唐真。
方莹现在能毫不害羞地说这种话，不可能是林明一晚上就教会的，肯定是平时唐真误导方莹。好你个唐真！对了爸，今天方燕去找我了，让我把推荐信摆给她。她还说我妈留给我的镯子，她妈早就承诺了给她当嫁妆。好，你们真好啊！我过去原来都生活在狼窝里。爸，我可不放心你继续住在狼窝里了，万一他们晚上给你来一下怎么办？你想想武大郎是怎么死的，太可怕了。别在这瞎说，不至于。不至于武大郎怎么死了？爸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再说我后妈是个护士长，可以接触到很多危险药品。我听说有种药给人吃了，人就会慢性中毒，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，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。今天胸闷一下，明天头疼一下，后天感觉有点没力气，就这些小毛病，但是人没多久就死了，各种仪器还都检查不出来。不至于吧？哪有这么神奇的药？不可能的。方德脚步不受控制的跟着方莹往外走了。大哥，把爸的公文包和换洗的衣服都拿上。好。看戏看吃了的方学顿时冲进卧室，划拉了几件衣服出来，跟着方莹一起把方德架回了林家。这不合适，我住林家算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晚上跟你大哥凑合一宿。爸，我家今天住进俩外男，家里没个长辈不方便，不然我名声不好听了。怎么回事？方学终于找到了发言的机会，叭叭一说，方德就不走了。方莹躺在房间里睡不着，想他爸上辈子是怎么死的。钱是方燕的男朋友，扯着方德的虎皮在外面收了不少钱，最后方德被举报开除了。回家之后，方德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抑郁了，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几个月之后就那么死了。等方德死后不久，唐真就去了护士，和她前夫和好了，因为唐真前夫的老婆也死了，她前夫继承了岳家亿万家产。现在仔细回想，方德那么要面子，不可能让自己那么憋屈的死掉。上辈子唐真肯定是给方德下药了，2辈子的仇，这辈子一块报了吧。方莹气哼哼地拿了水桶和铁锹进了空间，榴莲飘香。方莹拿出弹弓，把树上100多个果子都打了下来。他意念一动，所有榴莲消失，进了空间仓库。昨天晚上被他整理出2亩地，现在直接被他种下一些常见的蔬菜和调料。忙累了，他就喝点井水解解乏；喝多了，他就悄悄出去跑厕所。等天色还没亮的时候，他赶紧把水桶和铁锹还了回去。你吃坏肚子了？跑了一晚上厕所，我就说大好肚子不好吧。我去做饭，吃完我们就上班。爸，你什么时候去林红家？我今天还得上班，晚上下班再去。那你下班回这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方德突然有种上阵父子兵的感觉，没想到女儿现在能帮衬他了。林秀和方莹轮流骑自行车驮着对方，冯左冯右不紧不慢地跑着。几位大哥，大清早的是在等我吗？几个人都没吱声。昨天他们老大说了，不能让东兴的人翻身，打还是要打的，只不过得等方莹落单。方莹看着他们毫不掩饰的敌意，突然想到了一个救林明的办法。呵，退！方莹没有真吐出来，攻击性没有，但侮辱性极强。男人懵了，下一秒就朝他冲了过来。我们没动手啊！没动手。呵，推推推！这回他们看清了，他没吐出来，只是假动作。但是这特么更气人了，好吗？冯左和冯右都扭头看着方莹，就没见过这么欠的人，但是很爽。喝退，喝退。现在就等对方动手了，到时候就写信给小叔叔诉苦，让他回来救我。到了饭店，方莹做的热汤面，忙活了半个小时，就把住宿的司机满意的打发走了。前来和齐强姗姗来迟，方莹把林秀拉过来给他介绍。前来打量几眼，很满意，一看就是个听话勤快的姑娘，就是胆子有点小。强哥洗白菜，秀儿切白菜，翠姐泡粉丝，左右拉面，我要切肉，做酱，熬大骨汤。大爷会垒灶台吗？我们在门口垒个灶台，我要做个卤猪头。等方莹把猪头烧毛洗干净之后，前来的灶台也垒好了，放上锅，空间出品的几种香料下锅一炒，又是香飘满院。等到猪头下锅煮出味道，更是无敌了。路过的司机没有不停下的，很多人都闻着这香味等1个小时了。等到卤猪头出锅，2块钱一盘，拿出来就没了。炸酱面4毛钱一碗，猪骨汤面2毛钱一碗，准备的都卖了。前来数钱数，到嘴抽筋。快，去把肉店的猪头都买来，以后的也让他们给我留着。齐强拿猪头回来后，方莹就教齐强处理猪头，又教李翠看火，然后他炒出一锅肉酱装到大盆里，凉了就让林秀下锅热热。最后没方莹什么事了。经理，我今天有事，就先下班了。正式上班第一天就要提前下班，但是说话的是方莹，前来得罪不起，没他这饭店都不赚了。好的，明天老时间来上班哈。上了，我们送你。你俩走了谁拉面？辛辛苦苦白养这俩小子好几年，一宿就让人策反了。是你让我们保护他的。富强的人没准就在拐角那等着。快走，早去早回。好了，回去做事吧，记得晚上跟秀秀一起回家呀。听到回家2字，2个大男孩顿时露出羞涩的笑容。
方莹回到四合院，方德已经在家里等着她，气势都酝酿好了。走吧，去林红家。林红家也是独立的合院，但只有一进，整体只有200平。这个院子我得弄到手。上辈子林红就靠这院子卖了2个亿，这辈子我要让他穷的只剩裤衩。谁啊，砸什么门，这么没礼貌啊？是方兄弟啊，还有小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走路呢？是不是视力不好了？要不要阿姨带你去医院配个眼镜？方德脚步一顿，终于信了女儿的话。林红的父母就没有瞧得起他，等于没瞧得起他自己。陈阿姨，我看视力不好的是您哎，我这么大的人进来您都没看见吗？还杵在那里，您看您都把我衣服弄脏了。什么意思？说我身上脏？明明是你撞的我。谁让你堵门不让我进门？为什么？是做了什么心虚理亏的事情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跟林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既然背着林红偷偷跟林明结婚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那林红又是什么时候和方田好上的？谁和方田好了？没有的事。你不用不承认，方田手里有你儿子的裤衩子，你们不承认，他立刻去告你儿子耍流氓，让他蹲监狱。方德准备了一肚子的词，什么表情，什么语气，说什么话才能逼林红娶了方田，结果就被一条裤衩子打败了，还是条不存在的裤衩子。不可能，你瞎说。爸，走吧，他们不想林红善终了，让方田带着裤衩子去派出所吧。谁说那条裤衩子不存在？现从林红身上扒都来得及。哎呦，是方哥来了，怎么在门口不进来？尖子，快给方哥倒茶，愣着干什么？林红的父亲林清站在门口朝他们笑道。方德知道裤衩子赢了，他会了，他换了副表情，理都没理笑容满面的林清，转身进屋。大家不用虚与委蛇，就说林红和方田的事怎么办吧。按理方田做出这种事，应该被我乱棍打死，但是现在是新社会了，讲究法律，法律又有流氓罪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林清脸上的笑容碎掉，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就像戴着一张人皮面具。法律还讲究证据呢，一条裤衩子能说明什么？谁不穿裤衩子？这就是你没文化了。现在国外有种先进的技术，叫做 DNA， 就跟指纹一样，每个人身上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人身上的所有物品，包括头发、血液、其他任何液体，都包含这种 DNA 信息。那条裤衩子上就有他俩共同的信息，这就是铁证，不拿出来就算了，一拿出来就够给你儿子换个盒。老公，怎么办啊？陈娟心理承受能力不大，一下子就慌了。林红是他们的独生子，那样方田也跑不了，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他故意勾引的林红，他也得死。正好给他俩办个冥婚。谈判最怕什么？最怕对方是个滚刀肉啊，死死咬住他们的7寸不放，成就成，不成就拉倒。我已经把林红和方田好上的事情传出去了，我爸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知道了，你们不娶方田，我就去跟他们说林红提了裤子不认账。方莹这气势比方德还要滚刀肉，林清和陈娟看着方莹都觉得以前他们看走眼了，竟然没发现他这么难缠。你们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，趁他们的事传遍娘之前赶紧把婚结了，就下个星期天吧。你要脸还让女儿把事情传出去。林清和陈娟表示他们又看走眼了，他们以为方德知道林红和方田的事之后会拼命捂着，因为方德要脸了，没想到他不按常理出牌。夫妻两个对视一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爸，我们还是回去给他们准备冥婚需要用的东西吧。反正方田也说了，他这辈子就爱林红一个人，非他不嫁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我们不占你们的便宜，到时候墓地的钱大家一人出一半。娶，我娶她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娶。方田甩他就跟甩烂泥似的，他在这边还玩上深情了。那就下个星期天吧，一应事务你们自己操办，我这就回去发请柬，等着嫁女儿了。林清咬牙切齿，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。方德那边要是不管不顾的把请柬发了，那这婚不结也得结了。二哥二嫂，你们叔叔走了，怎么不送一送啊？几人表情都碎一地，这才想起方莹现在是林明的媳妇了，跟林清一辈，方德自然长他们一辈。二嫂，不是我说你，有时候不能太惯孩子。你看你给我大侄子宠的傻了吧唧的，他岳父见爷爷走了也不知道送一送。你闭嘴，下次注意啊，不然我可要对外人说道了。辈分这玩意又不看年纪，该叫就得叫。你站住！你凭什么对我爸妈不礼貌？凭我是你婶儿。你怎么突然嫁给林明叔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林红现在看着改头换面的方莹，心里顿时不得劲。这是个曾经让她夜不能寐的女人，结果却转身嫁给了别人。方莹疯狂想翻白眼，但是忍住了。大侄子，我知道你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方田，不然也不会给他写那么多情诗。他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，天天在家背你给他写的诗，废寝忘食。
你们的感情真让人感动，以后你可得好好对她呀，不然婶儿可不答应，让你叔揍你。林红又想起了方田甜美的脸和挺翘的身材，顿时把刚刚那点异样的感觉压下去了，傻了吧唧的点头。我会对她好的。乖。以后我见了林青就管他叫大侄子。他会说各论各的。我不管，那就单日子叫亲家，双日子叫大侄子。方德要笑抽了，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得意过。两个人嘻嘻哈哈的推着车走了，不能骑，会摔倒。爸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别跟我整这些虚的，我不让你讲，你就能闭嘴。哈哈哈，还是你了解我。爸，不知道你以前注意过没有，虽然我很胖，但是我每顿饭吃的最少，我几乎不吃肉菜，蔬菜也吃的很少，每顿最多1碗米饭或者1个馒头，比方田方燕吃的都少。但是我为什么这么胖？有些人就是喝凉水就胖的体质。但是有种药让人吃了就胖，无论怎么减肥都没用，不信你可以去咨询一下。什么药？不一定是哪种，反正是激素类的药。你肯定知道我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而且这种药服用的量少，或者已经停药很长时间，现在的手段真检查不出来。方德没说话，但是整个人已经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都这个样子了，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但是爸，我怕他朝你下手，以后他做的东西你别吃，给你倒的水你也别喝，我就你这一个爸爸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方德赶紧扭头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方德过了半天才缓过劲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进了小区。方莹却知道他的话他听进去了。方德上辈子可能是从来没往那方面想，才着了道。这辈子既然已经想了，就不可能载着唐真的道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饭菜都做好了，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唐真脸上挂着和平常无二的笑容，就像这2天什么都没发生。方德看着她完美的笑容，却感到害怕。正常女人遇到这种事情，不应该惶惶不安，伏地作小，求我原谅吗？她却没事人一样想蒙混过关。是她失忆了，还是以为我失忆了？还是她觉得这2天发生的事其实也不是啥大事？果然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我就是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跟林青谈好了，下个星期天就给方田和林红办事。办事？办什么事？唐真以为方德之前说的是气话，他认为方德是个精明又势利的人，每一步都恨不得拿着计算器算计着走。现在让方田嫁给林红，这不是巨大的损失吗？婚事怎么办我也没问，反正下个星期天让方田在家等着林红来接人，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再把他送过去。方德确实很势利，只是方田现在在他眼里已经是没用的人了，没用的人他一点都不关心。爸爸，先别哭，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我跟林青说你手里有条林红的裤衩子，能证明他跟你耍过流氓。林红要是不娶你，你就去告他，到时候你别忘了偷条裤衩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比我会啊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。我还跟林红说你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天天在家背他给你写的那些酸诗，以后他肯定跟你对诗，你赶紧背背，别到时候露馅。你怎么这么损？那傻子一天能写8首酸诗，现在已经攒了1大箱子。还有，我给你讲讲什么是 DNA 技术，这技术真有，你理直气壮点，咱不怕他们，不行真整他。方莹说了一番 DNA， 方田都忘了自己之前是要干啥了，被迫学了一堆拿捏林红和林家的方法，还觉得挺有用。等方莹和方德开门出去了，他才想起来，他不想嫁给林红啊，拿捏那傻子干什么？现在怎么办啊？别急，还有好几天呢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你快想，谁要嫁给那个傻子？他不行啊，每次蹭不了2分钟就完事了。你不说这种男人坚决不能要吗？和方莹一起在门口偷听的方德瞬间惊呆了。什么？果然好你个方田，好你个唐真，不但早就跟林红有事，还知道他不行，关键事也不说，还想让方莹嫁给他。方德想回头找他们算账，又觉得当着女儿的面掰扯这些太尴尬。方莹本来就有点被教歪了，荤素不忌的样子，他可不能再做错误示范。他拉着方莹匆匆下楼，方莹差点笑出声。原来林红还有这毛病，怪不得他明明家世很好，又好拿捏。方田上辈子当了3回寡妇，却都没跟他在一起，那这辈子他们一定要在一起。方德一口气冲回了林明家，方学竟然也在，他关心事情进展。听说方田用一条裤衩子就把林红一家人打败了，他嘴也张得大大的。最搞笑的是，你猜我们刚刚听说了什么？快闭上你的嘴巴，做饭去，以后这话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知道吗？闺女竟然真的听懂了，那么隐晦都听懂了，好你个唐真。那你跟我哥说，不用给林红留面子。方莹哈哈笑着做饭去了。方学听完林红的小秘密，就想要去找唐真算账，知道唐真心黑，但是不知道黑成这样。方莹猜测唐真给他下毒的事情，方德都没敢告诉方学，如果说了，他没准现在就把唐真打个半死。没有证据，到时候就是方学没理，打后妈可不是什么好名声。
方莹被空间井水洗涤过，耳聪目明，听见父亲跟亲哥说什么了。大哥，唐真现在已经遭到报应了，让他亲生女儿跳火坑了，比你打他一顿都疼。之前的事就别在意了，我自己在意就行了。上辈子大哥是被人买凶杀死的，到最后都不知道是谁买的凶。不管了，把仇人都立一遍就行。小玉，快吃饭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去看看你哥。方莹去后院找林奇，然后惊奇地发现塑料大棚竟然已经盖好了。行啊，大齐，1天时间就把大棚盖好了，还挺像样。嫂子，棚盖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种黄瓜啊？你要是不累的话，吃完饭就可以。不累。等林奇吃完，冯左、冯右和林秀也回来了。没遇到富强的人吧？方莹顿时看向冯右，等了半天他也没说话，而是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原来俩人不必非得接一句才会说话呀。很遗憾，没有。方莹现在不想躲了，她想跟富强的人打一场。受伤了，正好给林明写信，让他回来躲过死劫。冯左、冯右无语地看着他，还遗憾呢？你是真欠啊！吃饭，吃饭。吃完饭，几人跟着林奇去后院种地。嫂子，我们都种什么？只种黄瓜吗？我们种10平米的香菜、小葱，20平米的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芹菜，剩下100平种韭菜。3个人播种，方莹在旁边递水，手伸进水桶，滴了3滴空间井水在里面。1桶绝不放多，不然植物长得就太快，让人起疑。他都有经验，3滴的话，大家最多会说这些种子真好，生命力旺盛。跟他们忙了一会儿，方莹就回房间睡觉，躲进立柜，进了空间给自己种地去了。空间里，他昨天种下的各种蔬菜都可以收获了，2亩地呢，可是不少，多到摘不过来。方莹本来想干通宵的，但是到了后半夜突然非常困，浑身没力气，就想睡觉，喝了几口井水都不好使。他也没感觉自己身体有什么毛病，不舍得出了空间睡觉去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，还敢打老子了？告诉你，谁敢动老子一下，老子就去谁家养老。前来喊破了嗓子，冯左、冯右已经从饭店冲了过来。我们没动手啊，老大就是让我们问问你们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，让你们做面条就做面条，你买这么多鸡干什么？土老帽，鸡汤面没听说过吗？喝，退，下次早吐，见面就吐，根本不给他们跑的机会。学坏真是快啊！这还是我那2个乖大宝吗？这才1天的功夫，真是造孽啊！我买了20只，够吗？大爷，您真是人如其名，就想着赚钱了呀。方莹本来说买2只鸡做鸡汤面的，前来却买了20只回来。那就加个新品，做熏鸡，给我们饭店开辟一条新财路。富强当初定了规矩，我们只能做面条，熏鸡的话不是书胆子小，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他们都是些莽汉，人又多，万一冲撞起来伤了你，叔可就心疼了。做了熏鸡，我们不在这卖，我们出去卖，他们总管不着了吧？出去卖是上哪卖？比如卖到火车上，让每条火车1天订我们10只8只的熏鸡。中，好好好。我们还缺2个锅，在这旁边再垒个灶台，另一个垒后院。熏鸡的方法我们先保密。应该的，可不能让人学会了，到时候我给你把门。过了10几分钟，前来就驮着2口大锅回来，身后还跟着东兴公社的2个人，3个人手脚麻利的就垒好了灶台。方莹把大骨汤、鸡汤都炖上，就去后院专门做熏鸡去了。后院的宿舍白天没有住客，这里本来就有个灶台，平时烧热水用，现在拿它卤鸡。熏鸡得先卤入味，最后熏一下加味，不然不好吃。等后院的熏鸡飘出了独特的烟熏味，路过的司机纷纷停下来了。什么味？好特别，好香好香，好像是熏鸡的味道。但是以前吃过的那些熏鸡也没有这个香。管它是啥呢？是哪家卖的？下车的司机都冲中间的国营饭店去了，结果被臭着脸的服务员骂出来了。吃就知道吃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当个司机挣俩臭钱了不起呀？你们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婆孩子在吃糠咽菜？没一个好东西。方莹端着盘子出来，惊得差点绊倒。听说服务态度差，也不至于差成这样吧？还有你吃那么胖，糟蹋多少粮食？你不知道全国现在有多少人在挨饿吗？你胡吃海喝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还有人吃不上饭吗？你就不会节约出粮食给有需要的人吗？有大病！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男人就是个司机，和别人好上了，跟他离婚了，他现在见谁都要。方莹就没去掰扯，把盘子摆在门口的桌子上，顿时有司机围了过来。这鸡咋卖？多少钱1斤？这鸡不单卖，这是我们鸡汤面的配菜，5毛钱1碗。秀，煮几碗鸡汤面。好嘞。方莹当着众人的面用椅子好好洗了洗手，然后开始手撕鸡。熏鸡撕开，卤鸡的味道混合着烟熏的味道顿时飘了出来，但凡闻到的都走不动道。方莹撕了几块，放到1碗鸡汤面上。
熏鸡面5毛钱一碗，谁要？就这么点，5毛钱太贵了，我还以为放半只鸡呢，一只鸡才1块钱。方莹一点不生气，挑剔的才是客人。大哥，我后院还有活鸡，你要吗？就1块钱卖您。饭店卖的就是手艺，想我厨神小芳当年半只熏鸡10块钱一盘，领导都抢着买。您可别小看这只鸡，这里面放了18种名贵中药材一起炖的，不但能补气养血，还能滋阴补肾。好了，别说了，给我来一碗。哇，真香，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汤面，真要好使，我天天吃。咦，老王你不行啊！滚，你才不行，我就是说这面真好吃。哈哈哈哈，给我也来一碗。众人一边八卦一边抢面，补肾呢，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肾好？冯左冯右拉面，林秀煮面，方莹手撕鸡，摆一碗卖一碗，10只熏鸡很快抢完，鸡汤和大骨汤也卖完了。这还没过饭点呢，一会儿还得来人，再做点炸酱面。叔，生产队的驴都不是这么干的，我累了，要休息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忙一上午就直不起腰了，难道是大姨妈要来了？女人真是太难了。这个叔，想想你们前几天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时候，再想想现在，做人要知足，快去柜台数钱去吧。前来一想也是，一匣子钱没数呢，顿时高兴的数钱去了。方莹他们到后院吃卤鸡汤熏鸡面，比清水鸡汤面好吃多了。方莹自己吃了2大碗才觉得饱。一上午一共卖了多少钱？100块，这么多。152块5毛钱。主要是方莹太狠了，一只鸡它能撕出20份来，10只鸡200份，这就赚了100块。如果再卖些炸酱面、卤肉面，我们还能赚更多，没准破200了。明天可不许偷懒了。年纪轻轻的驴，呸呸呸！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累什么累？叔，眼光放长远点，我们真正赚钱的地方在外面。想起方莹画的大饼，前来激动的不行。其他人纷纷好奇询问，方莹说了自己的计划，把熏鸡卖到火车上。当然也不一定能成，这个叔叔我还没见过呢。方莹打算走孙平老公的路子，他就在铁道部工作。好了，白高兴了，还以为他有多么铁的关系呢，结果人都没见过。小李，小莹，叔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下次画饼晚点画，别让叔白激动，叔有心脏病。方莹笑笑，这算什么饼啊？这顶多是个饼干渣子。我拿2只鸡，晚上去看看这位叔。去吧去吧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方莹把林秀、李翠叫过来，手把手的教他们炖鸡汤、炖骨头汤。为了让他们更快上手，他一人先教一样。林秀和李翠都学得格外认真，也学得挺像样。骨头汤、鸡汤炖好，他又教2人炸酱。一次学太多记不住，没关系，那也得学。反正他的目标是甩手掌柜，这些活都交给其他活驴干。炸好一盆酱，他又把2人拉到后院学熏鸡。差不多行了，你快留点压箱底的本事吧。叔，我会做满汉全席。前来一愣，这次他有点信了。一锅鸡卤好，熏好，晚饭饭点也到了。方莹又出去宣传了一下熏鸡滋阴补肾的功效，顿时开张了。然后手撕鸡的活就交给李翠了。接着方莹下班了，前来看他把酱炸好的份上，放人了。方莹路上买了2包中档茶叶，回到家留下了1只鸡，带着另1只出门了。你说2天后来，这都过了3天，你再不来姨都要生气了。你咋还买了烧鸡？你人能来，姨就很高兴了。孙姨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熏鸡，香吧？一会儿您和我叔尝尝，吃起来更香。叔你好，我是方莹，方德的2女儿。你得叫我伯伯，我比你爸爸大几岁。周伯伯。周东微笑点头，顿时觉得这个女孩果然如老婆说的，还挺可爱。这真是你做的？真的假的？你还会这手艺？我现在在一个公社饭店当大厨。公社饭店一听就偏，来回上班不方便，福利也不好吧？我明天问问我们单位食堂还缺不缺人。周东顿时微微皱眉，他以为方莹是来要工作的。快别，孙姨，我可不是来麻烦您找工作的，我要是想进你们食堂，找我爸就行。我爸那么疼我，你们单位食堂就是没有坑，他都能给我现挖一个。哈哈哈哈！孙平顿时被他逗笑，周东也放下心来。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看您和我周伯伯的。以前我一个小姑娘，您家哥哥又多，我可不敢过来。现在我结婚了，您之前又那么照顾黎明，我就是替他，都得常过来看看您。方莹这话说得漂亮，以前多年不联系，现在又突然这么热情的原因都解释清楚。孙平和周东的笑容更亲切了。孙姨，到饭点了，你们还没吃吧？让我给你们露一手。你坐着，没想到你今天来，我去炒几个菜去。我来，让您和我周伯伯见识见识我这个大厨的手艺。小莹，你这手艺比大厨还厉害，熏鸡也很香。
有周东这个封建大家长在，方莹只能表示谦虚。吃饭的时候也没说话，周东也在悄悄观察她，心里对方莹挺满意。吃完饭，方莹坐在沙发上，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孙姨，我今天来确实有点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什么事？说吧，只要不违反原则，姨都给你办了。我不是刚刚高中毕业吗？以前光知道学习了，结果年年考年级第一也没用，出了学校才知道社会上的知识，学校一点也没教。周东顿时看了方莹一眼，没想到这小胖丫学习这么好，还是个聪明人。孙姨，您跟我爸同事了20多年，肯定知道他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。结果我前几天不跟他打招呼就把婚结了，不跟他打招呼就在公社饭店找了个工作。他没说我，但是我看出来了，他特别不满意我这个工作，觉得我给他丢人了。你说的一点没错，你爸肯定这么想的。所以还是要让我给找个工作吗？现在想找个好工作，动用的人情可就大了。但也不是不行，孙姨，我真不是来麻烦您给我找工作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喜欢厨艺，我想当厨师，但是以我的年纪进大饭店，肯定也出不了头，再有本事也不行，人家那些大饭店的大厨哪个没本事？孙平和周东顿时都觉得这孩子实诚，不骄傲自满。我去大饭店都得从切墩开始，但是我想早点出头，这公社饭店正适合我。现在我虽然不是经理，但是那饭店我说了算。您不知道，这饭店可有意思了。方莹巴拉巴拉把东兴饭店的一些事都说了，孙平和周东听故事似的，都听入迷了。看我一下子说多了，跑题了。其实我要说的是，我想扬名。现在虽然只是个公社饭店，但是我想把它的名气打出去。我想五湖四海的人都知道东兴饭店，都知道东兴饭店有个厨神小芳。到时候我爸就不觉得我给他丢人了吧？你这孩子，小莹想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多，只是不想让他爸丢人，只是想让他爸骄傲。怎么这么孝顺呢？方德怎么摊上这么好的女儿呢？但是怎么扬名我不知道，而且我还有个小小的私心，我希望许多大领导能吃到我做的东西，能夸句好，能知道我，顺便知道我爸，到时候也夸夸他，他最喜欢这个。这回连周东都羡慕了。我那3个儿子会这么想吗？不能想，一想就扎心啊。孙姨、周伯伯，你们说怎么能让许许多多的大领导吃到我做的东西啊？除了大饭店，什么地方领导扎堆啊？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，能不能猜到啊？方莹一脸希冀地看着两人，这个提示对外人来说不明显，但是周东就是管铁路后勤采购的，一下就听出来了。这个鬼机灵，绕这么大圈子，原来是冲我来的吧？周东在心里衡量利弊，刚刚方莹说的几句话他听进心坎里去了，让许许多多的领导都知道，都夸赞。如果这事办得漂亮，第一个被夸的就是他自己。吃饭的领导第一句肯定是，这伙食安排得好，后勤工作做到位了。很少人会打听谁做的熏鸡，基本没有人会去问厨子的爹是谁。你这丫头专门冲我来的吧？嘿嘿嘿，被您看出来了。其实这只是我单纯的想法，我从来没坐过火车，只是听说坐火车，特别是坐卧铺的都是领导，就想试试。你凶什么凶？看把孩子吓的，孩子能想到那是他聪明，我都没想到。哎，这方法太好了，火车上还真是领导扎堆吃饭的地方。多大点事，行不行的快给句准话。我哪里凶了？我这才是被凶了。火车上采购任何东西都要小组讨论决定，正好明年第1季度的采购大会要开了，我给你个名额，成不成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这种事我从来不一言堂，也不符合规矩。谢谢周伯伯，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，到时候都让别人夸周伯伯慧眼识珠。你这鬼机灵，跟林明一样聪明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后妈对继女下药，继女越吃越胖，夫妻反目，现在竟然朝自己老公下手。哪买的？我自己做的，厉害吧？厉害，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刚刚去了周东家，跟他谈了熏鸡上火车的事情。方莹详详细细的把之前的对话告诉了方德，让他心里有个数。明天我再给你拿2只鸡回来，你拿到单位跟同事们分享一下。重点是王军，喂，你也要喂到他嘴里。不至于吧？会不会有点太过？不是，你这10来年怎么一下子学会了我的毕生绝学？哈哈哈哈！我这是开窍了，你的血脉怎么会差？这马屁拍的，方德顿时满脸得意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开饭了。我去看看是谁。你们在吃饭，那正好了。大爸，这是我妈专门给你做的饺子。方德的脸顿时黑了，他怕这饺子有毒。饺子送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三姐，我来给你送饺子，你不留我吃饭啊？爸以前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忘记了？除非别人邀请，不然绝对不许在别人家吃饭。你是不请自来吧？家教呢？
方德脸更黑了，看到方燕没家教的样子，比他吃了毒饺子更难受。端着你的饺子，赶紧回去。呵，才不给他们吃。方德莫名松口气，不然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碗饺子，扔了吧，没法解释，还糟蹋粮食，给别人吃也不厚道，万一毒了别人就不好了。方莹发现方德把他的话听进去了，也放心了。吃完饭，林秀和林玉抢着洗碗，冯佐和冯佑拉着林琪查看大棚去了。今天下午生意怎么样？有人闹事吗？生意挺好的，目前一切正常。富强下午的生意就不太好了，他们也不干活了，就站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。我真害怕他们哪天忍不住真冲过来打架。到时候你别跟他们硬拼，你就跑，保护好自己，不用别人救你，就是给其他人帮忙了。第一次听说逃跑还这么高尚的，但是又好有道理的样子。来，我再教你做炸酱面，早点出师，我好早点甩手啊。林秀开心的被压榨着，以为嫂子给她开小灶，实心实意教她。好感动，嫂子对我太好了。怎么吃一半就拿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我爸不识抬举，他不要，让我端回来。怎么说话的你？没大没小的，让你爸听见，该不喜欢你了。我看他已经不喜欢我了，呵，稀罕。你爸没吃吗？那怎么就端一半回来了？剩下的谁吃了？方莹吗？方莹更不识抬举，竟然不留我吃饭，还说我没家教，我跟他的家教是一样的。快说，这半碗饺子谁吃了？我吃了啊，怎么我不能吃啊？你也偏心吗？你怎么这么馋？我不是说让你回家再吃吗？这是专门给你爸做的，以后不许动我专门为你爸准备的东西，就像不许动方莹的食物一样。咋的了？我爸也得传染病了。方燕和方田之前就被偷偷灌输不许动方莹的食物，说他有传染病，还不让他们传出去，不然周围人就以为他们也有传染病，不跟他们玩了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明白，那是我给你爸准备的蜥蜴，小孩子动什么动？咦，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恶心不恶心啊？唐真看着走开的方燕，又气又心疼。她在那饺子里加了料，是慢性毒药，长期服用能让人智力下降，还能引起视力障碍和神经系统障碍。这是她第一次下这种药，放的很少。本来只是想给方德和方莹一个教训，没想到让自己亲生女儿吃了。当然，偶尔吃一次两次没事，就当给自己一个教训了。下次下药要小心，最好做到万无一失。妈妈，你想好怎么退掉婚事了吗？好他妈险！林红那傻子竟然真的考我背诗，多亏昨天晚上背了2首糊弄过去了。难道我以后真要把那一箱子酸尸都背下来吗？突然有点想吐。当然想好了。什么办法？只要你去上了大学，这婚事就能拖一拖，拖到你毕业2年时间，会发生很多事。我也想上大学，但是怎么弄到推荐信？爸不给我弄，方莹的，他现在也不可能给我了。但是他要往外卖那推荐信，我们找个人帮我们买过来就行。找人帮买，这个主意好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还得是妈妈你，但是找谁帮买？这个就要看你了，最好是你的同学，你觉得谁靠谱，能把这事办成，只收钱办事而不觊觎推荐信。我觉得张丽丽行，她以前就看不上方莹，现在更看不上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而且她家里好像已经给她安排工作了，她学习又不好，应该不想上大学。妈信得过你的判断，你明天就去找她谈，一定要在周日之前把推荐信拿到手。等什么明天啊？我现在就去。上辈子恶毒季姐因为自己举报被工农兵大学开除，继而有资格参加高考成为大学生，这辈子必须让他锁死在工农兵大学，并且高价推荐信甩卖给他们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和林红搞一起的？根本没有的事，都是方莹见了林明就想甩了林红嫁给他，把屎盆子扣我头上。张丽丽没有多少心眼，别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，毕竟林明和林红比，林红啥也不是，是她也这么干。我不想让他得逞，不想让他支配我的人生，凭什么他要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？凭什么我要接他的屎盆子？咦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我怎么救你？林红之前给方莹要了个大学推荐名额，你听说了吧？她如愿嫁给林明了，却霸着林红的东西不放，简直太无耻了！太无耻了！她还怕我去上大学，说服了我后爸不把推荐信给我，我后爸还逼着我让我周末就嫁给林红。你后爸怎么这样啊？你之前不是说他对你很好吗？为你比对方莹赌气。我也是现在才知道，后爸就是后爸。也对，方莹也说了，后妈就是后妈。你的情商是被狗吃了吧？方莹后妈是我亲妈好吗？我不能让她得逞，我一定要破坏她的阴谋诡计，我要得到那封推荐信。咦，你帮我？我怎么帮你？你让我去偷，咱俩还没好到这个份上。不是让你去偷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干这种事情？方莹说了，她要卖掉这封推荐信，我出钱，你出面把它买来。如果是成了，我给你100块钱好处费。这样，那行。方田又交代了他一些细节，绝对不能让方莹知道是带他买的，还有要压价。
方莹喊价2000块，如果能压下100块，就多给他10块好处费。张丽丽，有事？我听说你要卖那张推荐信，多少钱？我买了。方莹顿时笑了，她只对方家人说了她要卖那张推荐信，从没有对其他外人说过。他跟你说我要多少钱？2000。他说错了，我要1万。你疯了，他哪有这么多钱？看到方莹脸上的笑，张丽丽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漏嘴了。丽丽，你别被他骗了，实际他很有钱，他亲爹还活着，是个厂长呢。方莹想要试探一下唐真现在和她前夫还有没有联系。什么？他亲爹还活着？怎么可能？不是死了吗？他什么时候说过他爸死了？都是你们自己脑补的。方田也不否认，故意让你们误会。大家如果知道他爸妈是离婚的，就该嘲笑议论他了。也对，他亲爹真是个厂长。他爸爸当初是找了个有钱人家的小姐才跟他妈离婚的，然后去当了倒插门。那家人后来捐了家产立了大功，现在也过得很好。他爸也有能力，当了一个大纺织厂的厂长，1个月工资好几百，还有各种灰色收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方田的几个舅舅来我家聊天的时候说的，我偷听的。好个方田，原来过去都是在骗取大家的同情，我要在同学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。等会儿你爱怎么接怎么接，现在我们先谈谈卖推荐信的事。你还卖？卖呀，卖1万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事成了分你2000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什么也没干。现在的2000块就是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，能不开心吗？张丽丽突然觉得方莹顺眼了。我们商量商量，怎么让方田上钩？好好。为了2000块，张丽丽潜力爆发。方莹说了那么多话，她竟然听一遍就记住了。张丽丽记住几个重点，有点忐忑的走了。成了吗？多少钱？他改价了，要1万。什么？他疯了？我上哪整这么多钱？这我哪知道？算了，你也别惦记那封推荐信了，他已经卖出去了。什么？这么高的价竟然卖了？我去的时候撞见了3个要买的人，去的比我都早，已经在院子里竞价了。最后一个穿西装的男的出价1万，但是他没有带现金，让方莹给他2天时间，2天之内他绝对拿钱来。方莹答应了。他当然答应了，他为什么不答应？那可是1万块钱。这男的是谁？我不认识，不是我们学校的，但是穿得很好，一身皮大衣，里面是西装，一看就是出得起钱的人。我知道了，你这2天哪也别去，在家等我消息。原来方莹说的都是真的，1万块钱，他真的出得起的样子，还是方莹更可信。方田匆匆回了家，进门就找唐真把事情说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唐真表情挣扎，1万块钱他手里没有，要不找我舅舅借点，或者找我亲爸。方莹之前对张丽丽说的都是真话，方田的亲爹就是个倒插门厂长，有钱。我去打电话试试，不过不一定成。唐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美女，而且身上有股媚劲儿，到现在还能吸引中年老男人。唐真给前夫打了电话，2个小时之后，她竟然带着1万块现金回来了。那怎么这么快？我让他找朋友借的，先给我拿来用。他一听说关系到你上大学的事情，立刻就办了。要说这个前夫，实际比方德好，好拿捏，还听我的话，对我也好。可惜人家攀高枝去了，好在他也没白攀，1万块就这么轻松拿出来了。那以后我就多给他打几个电话吧。我爸真好，还得是亲爹。小点声，以后这种话不要说出来，放在心里就可以了。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个张丽丽收钱的时候，得给我们打个借条，等她拿了推荐信回来，借条再还给她。还是妈想的周到。这是我的好处费。什么？之前不是说好100的吗？而且本来说的是便宜100，就多给你10块钱，现在多了8000，你还好意思要好处费？多的钱又不是我让他多收的，是别人出的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就200，不嫌你们找别人去。那我就去找别人。那我就去告诉方莹，是你要代买，让方莹还是把推荐信卖给那个男的。原来这人不傻啊。张丽丽当然不傻，还看懂了方田的表情，顿时生气了。你还好意思拿这眼神看我？你也不比我聪明，我倒数第1，你倒数第5。上次数学你考了8分，我还考了15呢。那是我运气不好，你那15也是蒙的，得意什么？好了，别吵了，200就200。就冲他这眼神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后吗？张丽丽写了个1万的借条，唐真掏出200块钱给她，然后跟在张丽丽后面，看着她进了林家的大门才放心。2人站在胡同里，看着林家整齐的院墙，他们眼里都是羡慕。妈妈，这大房子我想要，让我亲爸给咱们买一个。大房子以后会有的，但是现在可以让他们从这大房子里滚出来了。妈妈，这话怎么说？方莹没上班，就在家等着，她也想看看唐真和她前夫关系到底有多甜。
现在看到了，很铁。方莹压下情绪，拿了2000块出来，和推荐信一起递给张丽丽。合作愉快，期待下次合作。不过你得保密好，你家人都不能告诉，不然传到他们耳朵里就没下次了。我知道，我谁都不说，告诉我爸妈，这钱就不是我的了。张丽丽出门把推荐信给了唐真，要回了借条。唐真把推荐信仔细看了又看，确定是真的，名字那栏也空着，这才长舒口气。大傻子，1万块钱买张推荐信，真是人傻钱多。唐真和方田回家收拾好行李，就直接去了火车站。运气很好，2个小时之后就有一趟火车。唐真亲自把方田送上火车后，也没有回家，而是去找了一个老朋友。这都中午了，你怎么不晚上来上班？熏鸡过几天就能上火车了。叔，你能不能弄点鸭蛋、鸭头、鸭舌、鸭脖、鸭掌、鸭翅、鸭下水来吗？我再做一些放火车上卖。能，咱公社啥都有，要啥有啥。前来将鸭头鸭下水拿回来后，方莹就开始教齐强怎么处理。经理，我们还需要几个工人。这么快就开始扩张，真的好吗？那你去摘鸭毛吧。那还是再招2个人吧，我这么大一个经理，可不能去摘鸭毛。方莹拿出看家的本事，好好做了一锅卤鸭货。鸭货出锅，等了半天的客人顿时围了上来。我也想卖给你们，但是这东西不配面条卖，我就害怕他们打过来，到时候既糟蹋了东西，也耽误你们白等半天了。我看谁敢耽误老子吃饭。他们让卖面条就卖面条，他们算老几？真当这京城是他们家的了，一个小破公社饭店，有什么关系本事啊？亮出来看看，比不比我家的硬？现在能当上司机的都是有些本事的，这个活虽然辛苦，但是赚的真多，烧点南来北往的东西就赚的没数了。呵，Tui，小姑奶奶，你干啥啊？狗不咬屎棍倒啊！你是真不嫌事儿大啊！经理，我们今非昔比了，富强的人现在再敢来掀桌子，砸的就不是我们的饭碗，而是众位司机大哥的饭碗，众位大哥是不会同意的。对，我们不会同意的。我看谁敢来砸老子的饭碗。富强的人愣是没敢过来，甚至都回屋了。这么多司机，他们不敢打，也打不过呀。方莹挑衅成功，顿时笑了。来，今天谢谢众位大哥捧场，所有鸭货免费，当然一人分不了几块啊，本来我要卖挺贵的。众人一听免费就高兴了。你原来打算卖多少钱呢？鸭头1块钱一个，鸭脖1毛钱一节，鸭肠5块钱1两，鸭翅、鸭掌都是5毛钱一对。一只京城烤鸭才8块钱啊，你这一只的下水就4块钱。吃完您就知道值不值了。我敢说这天下现在就我一个人能做出这种味道来。这次的调料都是空间出品，汤里方莹还加了3滴空间井水，绝对天下独一份。而且我这里面加了38种中药，10全大补呢，你们试试就知道了。众人顿时扭捏起来，不吱声了。那要是真这么神，就当吃药了。而且这鸭货我以后也不一定在这卖，我已经跟铁道部谈好了，这些是要放到火车上，专供领导的。别啊，不就是几块钱吗？我出得起。好了，但是太好吃了。是啊，好啦，好吃。我也是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妹吧，几块钱我都买得起。那就看情况吧，如果火车上的订单能忙完，我就做点在这卖。嫂子，快回去，来人抄家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乱说什么话？什么抄家不抄家的？谁敢抄我的家？说吧，来的是什么人？居委会的。嗨，人群呼一声动了，继续啃鸭脖。啥时候居委会都没有抄家的功能？嫂子，你快回去，他们要我们搬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咱家700平的4合院就住着咱们几个小孩，有人就觉得我们是软柿子，开捏了，他们要把我们的房子精租出去。对，周围众人眼神闪烁，700平的4合院，这小房家里真了不得呀！到现在还能保住700平4合院的人家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别急，多带点事儿。经理，我回家看看。快去。方莹见到了一个老熟人邱高杰，是他们这片居委会的一个管事的，正好专管精租房这块。上辈子也是他带人来把房子强制租出去的。这人难缠得很，心胸狭窄，还贪财好色。邱主任，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指教没有，通知倒是有一个。经居委会开会一致决定，你们家符合精租条件，11间房必须租出去9间，3天就成房。哦，哪9间租出去有规定吗？正房、东西厢房都租出去，2间到座你们自己支配。不说赶尽杀绝，也差不多了。上辈子这房子被精租出去，是因为有人揪住了林远山的小辫子，
以他和苏晴的事情做文章，处分他才动的这房子。理由呢？什么理由？你们4个人占使一间房子，就是理由。方莹懂了，这辈子出手的人换了，这次是单纯冲房子来的。赶紧腾房子吧，我看着你们腾。房子我是会腾的，但不是现在，也不是给你们腾。众人都看着他，表情不善。他们来之前都商量好了，谁家住正房，谁家住厢房，谁家住东边，谁家住西边。我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租给铁道部，当他们的一个食品供应点。后天人家就要搬进来了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说？哦，事情是昨天刚定下来的，他们说后天去居委会办手续。什么铁道部的食品供应点？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，你瞎编的吧？我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？当然是人家跟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爸方德他在哪儿上班您是知道的吧？他单位的一个阿姨突然找到我爸，说她丈夫是铁道部管后勤的周东，他要用我家房子当供应点，我有什么话语权？我只能答应了，我也不想啊，要不等后天他们去找您的时候，您帮我跟他们说说。说个屁，真要是铁道部要用，谁都得靠边站。他们真说后天要来。他们不来，您再带人来。这倒也是，这丫头如果是撒谎，也只能拖延2天时间而已。走。真的租给铁道部了？放心，你的房间还是你的房间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上辈子4合院被精租出去，公公一家被迫搬走，自己则留在倒作房憋屈度日。这辈子走是不可能走的，留也不会留得那么憋屈。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找到这里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抱歉，打扰各位叔叔伯伯开会了。好在我这也算是公事，不是私事。方莹把盆子往桌子上一放，顿时一股诱人的香味就飘了出来，众人顿时受不了，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明天就是后勤采购处招标的日子了，我年纪小，第一次经这种事，实在是心里没底，就想先拿东西过来给您尝尝，您提意见，哪里不好我现在就回去改。直接冲到我办公室来，原来不是鲁莽，而是有备而来啊。周东不喜欢鲁莽的人，却喜欢敢闯敢拼的聪明人。那行，我先尝尝，大家也都尝尝吧，给小姑娘把关。这是我爱人老同事的女儿，别看年纪小，却已经是个厨师了，做的一手好饭，熏鸡更是一绝。最近我们列车不是要提高服务质量吗？食品提供这就是重中之重，不能只有酒水、饮料和零食，我觉得熟食也可以加进来。对，领导说的对，自由揪碎或另死太单调了。而且零食就那么几种。众人心里想的却是，你快闭嘴吧，我们要开始吃了。你拿一个，我拿一个，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，一盆很快就给搂光了。各位叔叔伯伯提意见，哪里不好我立刻就改。意见啊，意见就是太少了。我觉得有点不够辣，要是再辣一点就好了。这还不够辣，我觉得太辣了，但是真好吃啊。确实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我也觉得有点辣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做成3种口味的，一种麻辣的，一种微辣的，一种不辣的。哎呀，谢谢叔叔伯伯了，这次真是来对了，要不是你们提醒，我一时都想不到。还有件事我想说一下，就是关于这些卤味的定价，我是这么定的。方莹把他定的天价一说，众人顿时笑不出来了。简直胡闹，太贵了，我觉得一样1毛钱就很合适了。领导，账不是这么算的，您知道我这里面加了多少配料吗？我一锅里加了1颗10年的野山参。方莹真的从盆地扒拉出一根像人参的东西，但是他们不会知道，这实际就是个萝卜须。方莹手里现在还没有人参种子，只能拿萝卜凑数。同时还有其他37种名贵中药材当辅料，不但味道好，这实际还是个药膳，可以强身健体、补肾阳泻、治疗脱发等等好多好处。真的假的？你在哪得到的方子？我从小学开始就跟一个祖上是御厨的师傅学做饭，师傅教了我很多药膳方子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管不管用几位叔叔伯伯试试就知道了。反正我这个定价是绝对不能再低的，不然都不够买这颗人参的。1颗人参只能煮1次，多了就没药效了。有人赞同的点头。10年的野山参200多块钱呢，多大个锅能煮下200个鸭头啊？可不得卖得贵点。那卖的也太贵了，外人不知道真相，只觉得贵，要写举报信的。卖的再贵，赚的钱也是上交国家的，为国家做贡献，还有人不愿意？再说坐火车出差的人都有餐补吧，特别是领导。小职员的餐补有限，1天几毛钱，大领导的餐补可就多了，根据级别升大，不花自己钱，花的钱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，那卖贵点也不是不行。
而且我能力有限，药材也难买。其实一天我也做不了几锅的，不一定每个列车都能分到，也不一定能分几斤。饥饿营销，如果只有一点点，被抢着买，贵点也无所谓。周东赞叹地看着方莹，原来他把什么都想好了。快回去再做几锅其他口味的吧，明天早上8点来开招包会。好嘞，谢谢几位叔叔伯伯，我刷了盆就走。还有什么事？还有件事想问问伯伯的意见，我觉得我做的食品应该再单独包装一下，真空包装，这样既可以增加食品的保质期，也更安全。不然这么一盆一盆的敞开着，要过无数人的手，又都是给领导吃的，万一被有心人利用了，我都没处喊冤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真空包装什么样的？做成罐头？那样成本就太高了。塑料抽气的真空包装，您见过吗？您知道哪里有这种包装机吗？塑料抽气的包装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运过一批特供部队的压缩饼干，就这么包装的，军需部生产的，他们应该有这个机器，我帮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伯伯了，既然是军需部的，我回去问问我公公，他是做军工的，应该好打听。周东也想起来了，方莹现在是有公公的人，他这公公可也是个有名的，他笑容更和善了。伯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食品我在饭店做出来，然后找个地方包装一下，包装好了再送到指定地点。真空包装还有个好处，食物变质会胀袋，被人做了手脚也会胀袋，提醒大家胀袋的一律不卖，给我们打回来，这样更安全。就这么办。这个包装地点本来我是要定在饭店的，让他们把住宿业务停了，但是现在我想定在我家，我家地方大，600多平，一个大4合院。因为刚刚居委会的人找到我家，要把我家的房子精租出去，我想着租给谁不是租，不如就租给铁道部当个仓库，到时候如果招标成功，麻烦您开个条子写个声明，就说租了我家的房子当仓库了，租金我也不多要，1个月1块钱就行。原来是这样，去吧，你家的房子我们租了。谢谢伯伯。走吧，不但房子保住了，还给你找了个活干。既然在家包装，那我再雇个工人可以吧？这个工人还可以负责送货。什么工作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现在还要去攻克下一个难关，走，去军工厂。真空机，哦，我知道了。难得儿媳妇开个口，林远山立刻就用门卫的电话开始摇到军需部要真空机。什么？不借都有用？行，不借就不借。一看方莹这表情，林远山就乐了。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真空机吗？咱不借别人的，我给你做一个。爸，您还会做真空机？连这个都不会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。爸，我着急用，您多做2台，材料钱我也出，但是如果太贵的话，得分期付款。要钱要什么钱？我还能要你的钱？爸，不是我出，是我们单位出，不要白不要，不能让您吃亏。我这就回去做了，今天晚上加班，你明天过来拿。谢谢爸，您真是我英勇无敌的好爸爸。这孩子精整些没用的，行了，快走吧，我干活去了。林奇的自行车蹬得飞快，车轱辘都要冒烟了，他心里有股莫名的气。刚刚他就站在嫂子后面1米，结果就跟个隐形人似的，他爸连个膀胱都没给他。不要生你爸的气，他粗枝大叶的，还是个被动型的人，你要主动跟他说话。下次你夸他是个无敌好爸爸，他也喜欢你。是哈，下次顶多叫他生爸。嫂子，我1个月工资多少啊？28，外加提成和分红。自行车顿时飞得更快了。两人回到饭店，方莹却没时间做饭，而是把收拾出来的鸭货又炖上。很不巧，锅不够用了，她要做3个口味的鸭货，还要开始熏鸡，明天就要用。方莹直接就往富强那边去了。我的小姑奶奶，你真是狗不咬屎棍倒啊！孙经理，你们有多余的锅吗？借我几个使使。挑衅，绝对的挑衅！在场的所有人都看着方莹，心里升起个疑惑：胖人的胆子是不是就比正常人的大？孙经理，把你们的锅借我们使使呗，反正你们也用不上了。我家的锅你也敢用？为什么不敢用？除非你用它煮过屎。富强的人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这能忍？这坚决不能啊！几个人顿时冲了过来。你们急什么呀？我就随口一说，怎么还急眼了呢？没煮过屎，你们激动什么呀？行了，你快闭嘴吧。我锅还没借到呢。你还真敢使啊！都知道不干净。说好的拉架呢？你补什么刀啊？富强的人都要气疯了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结果他们打不过冯佐和冯佑，几分钟时间，愣是让2人踢翻全场。
行了，回去洗手，继续做面条，客人还等着吃饭呢。方莹有点遗憾，好不容易打起来了，结果李翠和林秀拦着，她没冲进去。这也没法给黎明写信说我被欺负了呀！哎，全程都是我欺负别人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你们之前砸我们那么多回电，怎么不觉得自己是在欺负人？现在自己被欺负一次，就哭天抢地的，好像多委屈，不要脸！孙富贵顿时无言以对，只不过看方莹的表情更不善了。不就差几个锅吗？我这就回公社拿去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咱不用别人家的，都干净。方莹流出明天要用的几只鸡、几盆卤味，其他全送人了，好评如潮。叔，跟您说个事儿，这卤味上火车还得再包装一下。方莹跟前来说了真空包装和租他们家房子当加工点的事情。不过先说好，这真空机可不便宜，没有个1800下不来。怎么这么贵？那是世界级先进机器，这还是因为我公公是专家自己会做，不然只能去买进口机器，那没有几万美元是下不来的。现在因为我的关系，他只收我们个材料钱，您就偷着乐吧。再说，不就是1800个鸭头的事儿吗？我跟他说了，等这些鸭货卖出去了才给他钱。1100块换算成1100个鸭头，钱来一下子就不心疼了。行，那就麻烦你公公了。还有，我和林秀、冯左、冯右晚上下班回家可以加个班包装，但是得给我们加班费，1天1块钱。这样太多了。那你就再雇几个人去我家包装，然后让他们来回几个小时上下班。前来雇人，肯定优先自己公社的人，进出城几个小时夸张了，2、3个小时是有的。再说雇人哪怕临时工，1个月也20多块钱，那还不如便宜自己人。行。还有，再雇个人专门往铁道部送货，货多的话他没准得送好几趟。这个活的找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最合适。你看我小叔子怎么样？你是真不吃亏啊，什么好事都往自己家划了。往别人家划了，那我不是傻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到底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切。不行的话怎么样？前来是一点都不想听，肯定很难听。事情基本搞定，方莹几个人就带着一堆东西回家了。明天给我拿点，我带到单位去给他们尝尝。那一会儿得去买几个新饭盒，要用新饭盒装，还得单独装1盒送给王军。上次的熏鸡他怎么说？他说好吃极了，还跟我打听你干活的饭店在哪儿呢。我感觉他是吃上瘾了，要自己来买。来人还是方燕，这次他是空着手来的。进屋就看见一桌子好吃的，味道香的他不自觉流口水，但是看着方德的眼神，他没敢像上次一样坐过去。的，我妈让你回家一趟，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本来唐真之前嘱咐方燕不让他说的，只让他无论如何也得把方德叫回家，关起门来好好说。结果现在他一生气都忘了。我姐跑了，婚结不成了，我妈要跟你商量怎么办？什么？哇，好帅！你怎么来了？你跟他认识？咦？方莹这才看见旁边竟然有个女人，女人眼里的敌意都要冒出来了，不动脑都能猜到是因为什么。林明转头冷冷地看了女人一眼。大哥，这是谁？你妹妹？早就听说你有个妹妹，特别漂亮，果然啊。方莹这1个月来瘦了很多，现在只有120多斤了，五官更显精致，风采照人，没有人见了不想多看几眼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送温暖。方莹一双大眼睛朝他眨呀眨，满眼都是来看你。林明瞬间脸红。什么时候走？我有半个月时间，就看你们让不让我待这么久了。可以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忘了新任务了？你这次休息3天就要回我们部队训练我们小队的。这个任务其实没有必要我去，其他人也可以做。你瞧不起女人。林明转开了视线，同样是大眼睛，还是他家小姑娘更可爱，怎么瞪都可爱。走，跟我去住处看看。林营长，就算她是你妹妹，你们都这么大了，大庭广众的手拉手，影响也不好吧？忘了跟你们介绍，这是我爱人方言。什么？你结婚了？不可能！我上个月问你的时候，你还没对象。这谁啊？上个月刚认识的人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有没有对象。当时我懂。当时方莹还是林明侄媳妇，传言和林红2人马上要一起上大学，等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，没林明什么事。当时我还没满18岁，不让你对外公布我们的关系，看来给别的女人造成困扰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后来我爱人满了18岁，我立刻请假回家跟他把婚结了。对了，你们记得随礼。原来小叔叔是这种人啊，喜欢。嫂子好，嫂子好。哎，好孩子。咦，我这么说好像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太害羞了。3人继续看着他，如果他最后不是笑得这么大声，这么开心，他们真就信了。
嫂子性格好开朗，跟大哥正好互补。原来大哥喜欢这样的。不，你们大哥不是喜欢这样的，他只是喜欢我。害羞？嫂子哪里害羞了？害羞的女人能说出这种话吗？以后这些话不要对外人说。我以后只说给你听。你怎么说这么多？没有好好吃饭？我家里人欺负你，还是你亲爹后妈欺负你了？还是林青？哈哈哈，没有，没人欺负我，要欺负也是我欺负别人。一大早，林奇骑着借来的3轮车，带着卤味和熏鸡，跟方莹一起去了铁道部。偌大的会议室里，已经坐满了来参加竞标的人。按照昨天说的做，去吧。叔叔姐姐，要尝尝我们饭店的新品吗？好香，什么东西？这是鸭头鸭掌，这玩意也能来参加竞标？来，大家都来尝一尝。好吃，小姑娘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方莹看她面前的东西，竟然是几种汽水，这玩意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暴利，而且是鸭货伴侣，可以合作。我是东兴食品厂的。东兴食品厂，咋没听过？刚开的，就在几秒钟之前现场开的。你这东西怎么卖的？我买几斤？这是我们厂的新品，还没定价，等一会儿跟领导们谈过之后才能定。现在还不能说价格，说出来这些人一会儿贵的，影响领导们的判断。你们厂的领导呢？怎么你一个小姑娘来了？方莹跟众人说笑，能说实话的就说实话，不能说实话的就说假话，场面上过得去就行。很快，负责竞标的领导们就到了，流程跟后世的竞标流程大同小异，出结果也非常快。方莹是唯一一个熟识供应商，之前就把领导们拿下了，所以她非常顺利的通过。后天开始，我供货100斤，塑料袋真空包装，1袋2两，你们自己怎么分配自己说了算，卖几天看看，到时候需要什么口味，多少数量咱们再调整。可以，就这么安排。小姑娘想得真周到，听说这东西是你自己做的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厉害。方莹一看这人挺好说话，顿时打蛇随棍上，一顿彩虹屁拍下去。这小姑娘真不错，长得可爱，说话又好听，还跟领导有亲戚关系。周东说了，这是他亲戚家的孩子。对了，不知道周伯伯昨天说没说，派人去我们居委会说租房子的事情，我应该去找谁？说了，找我就行。小王，过来一下。昨天跟你说的事办好了吧？跟着姑娘去吧。走吧，去你们居委会。周东不错呀，真把我的事儿当事儿办了，这人情我记下了。走吧，事情都办好了。3人一起回了胡同，方莹让林奇先回家，他则领着王斌直接去了居委会。居委会里那天的人马又聚齐了，正打算去方莹家。进门这一刻，王斌的气势就变了，瞬间变得高傲，拿下巴看人。谁是主任？我是铁道部运输科的科长，找你们主任有公事。主任开会去了，您有什么事？这位就是专门管精租房的邱组长，找他也好使。找你也好使，找我好使。邱高杰一点都不敢生气，王斌这个年纪就能当上运输科科长的人，他都不敢想他爹是谁。我们铁道部要租方莹家的房子。还真是真文件，公章都有。哎，好房子跟我无缘了。邱高杰写了3份精租协议，盖上章，递给方莹和王斌，眼神莫名。林明的房子不管租给谁，反正是租出去了。自从这个政策出来之后，就没见谁家收回去的。事情也不算办砸，唐真给的辛苦费可以不用退了。方莹能猜到他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，其实他想的也不错，精租出去的房子很少有收回来的，林明的这个房子就是如此。上辈子因为林明去世，房子产权就乱了，后来直接就分给几个租户了。这辈子可不会了，我是租给公家，个人不好往外请，公家却非常好请，到时候政策一下来，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响应政策，人家又不差我们这个小仓库。事儿办完了，我回去也好跟领导交差了。你下次再来看领导的时候，给哥烧点今天的鸭货啊，真好吃。王斌有意无意的让方莹走他前面一步，几个盯着他们的人思绪纷乱，却是再也不想去找方莹的麻烦了。王哥喜欢我做的东西，还等什么下次啊？一会儿就让我小叔子骑车给你送一盆到家去。哈哈哈，那我就替你嫂子谢谢你了，她就喜欢这一口。这真是个妙人啊！王斌说要点吃的，方莹说让他小叔子给他送去，王斌就说这是给他媳妇要的，他媳妇喜欢吃。2个人把嫌撇得干干净净，不会让人误会。方莹就直接带着王斌回家了，给了他一盆各种口味的鸭货。下次有啥事直接去单位找我，哥能给你办的都办了。谢谢王哥。方莹能看出来，王斌对他没特殊意思，他只是相中了方莹和周东的关系，人之常情，这样更好。走，找你爸去。爸，
您真一宿没睡啊？您对我这么好，我心里好不得劲。没有，不用，应该的。方莹这次有点用力过猛，林远山有点尴尬，老男人受不了这么直白的爱，来自子女的都不行。爸，这是我做的卤味，您尝尝，喜欢的话我天天给您送。不用，这就够了。这就是真空机了，还挺麻烦，一宿就做出来1台。你要几台？先要3台。要不要告诉他有几种材料很贵呢？就这1台的材料都是我贴了老脸要来的，昨天晚上已经把2张脸都贴出去了，第2台没脸换了。爸，这机器真漂亮，材料都是进口的吧？挺贵吧？我可不能白要公家的东西，必须给钱。这事儿跟谁谈？你们领导吗？林远山很满意，他儿媳妇很懂事。我打电话问问。一个电话打完，方莹就跟他一起进了工厂，找到管材料的领导，对方给了他一个成本价，1000块钱1台。方莹痛快答应了，反正不花他的钱。领导，我觉得这个机器大有可为，可以推广开来。有了它，熟食的保质期可以大大增加，很多食品厂都需要。领导面无表情，一点不关心食品厂需不需要。我们的战士也很需要。您知道医疗用品需要无菌保存，这很难做到，而医疗箱又大又不方便，也不能人人携带。如果把纱布、镊子、酒精棉等等医疗用品单独这么真空保存起来，做成个小袋子，随手就能揣进兜里，又卫生又方便。您看这样可不可行？领导眼睛亮了，想象着那画面，那简直太好了。您可以让人拿点药棉沾满酒精或者碘伏，给我公公真空塑封起来。好，我们试试效果。这个好，这可真是太方便了，随时揣在兜里，不怕洒不怕漏，遇到问题及时消毒，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。如果是战士们需要，里面再加上各种急救药就更好了。好，小方是吧？你立了大功啊，我替前线的战士谢谢你了。领导这么说就折杀我了，战士们都是为了保护祖国和人民才会受伤，我又是明军嫂，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，是我的荣幸。听说他是个军嫂，领导这才想起来林远山那个从来都不提的大儿子还是个战士，顿时看方莹更顺眼了。这样，这3台机器钱我就给你免了。别，我不能占国家一分便宜，只是我们工厂现在还没有钱，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们赚了钱立刻就把账结了。方莹说着赶紧不好意思般的跑了。真是个觉悟高的好同志啊。领导回头就把医药包的事情上报了，上面很重视，要求立刻开始生产，还把林远山专门叫了过去，夸了又夸，还要给他发奖金。林远山就接到了新任务，把这个真空机的图纸画出来，在此基础上能改进一些就更好了。自从大儿子娶了这个儿媳妇，邻居们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就连领导都夸我了，这儿媳妇有福，旺家啊。方莹准备打电话去供销公司找方雪，因为她把真空机拿回家，才想起自己忘了件事，塑料袋没要，但她需要的量大，人家也不能白给她。哥，再给我买些塑料布。咋了？大棚坏了？没有，这次不要扣大棚的塑料布了，要食品级的无毒无味的塑料布或者塑料袋。你认识塑料厂的人吗？我要1批。认识倒是认识，但是你要1批，1批是多少？太多得有批条。方莹差点忘了，现在还没开放呢，不是他拿钱就能随便买东西的时候，现在是计划经济，所有生产物资都是计划着来的。塑料厂生产什么，生产多少，卖给谁，都是有计划的，一般情况没有多余的给计划外的人。你知道有哪个塑料厂能生产食品级的塑料就行，我这就要批条去。不，我先把厂子开起来吧。一个饭店是批不下来批条的，方莹又指挥林奇骑车带着他去饭店。这次他学聪明了，自行车后座上垫了垫子。经理，竞标成了。钱来高兴的不行，昨天晚上他都没睡觉，就在家算账了。一个鸭头1块钱，一节鸭脖1毛钱，一天他能做几千几万个，那是多少钱？他不敢算。我跟领导说，后天开始每天供货100斤。什么？才100斤？太少了。先试试市场，大家都喜欢什么口味的，什么品种，我们适当调整，不然你都做成鸭翅，结果大家不喜欢，放那里烂掉吗？方莹去了后院，又开始调配新的卤料，剩下的就是掌握火候。看了几次的林秀基本出师了，他就轻松很多。方莹又带钱来进了没人的大通铺。你这个经理怎么连个办公室都没有？因为以前根本不需要啊，不过以后还真需要一个办公室了。想想就不错。不说废话了，叔，我们得开个厂，东兴食品厂，专门生产卤味和熏鸡，这样才能跟铁道部合作，人家不跟饭店合作。好，我等需要个手续，我这就给你办下来。我当厂长。
好好好啊！看什么？我不配，那我就去找富强的人，问他们想不想。停，不就是个厂长吗？给你就得了呗，至于这么吓唬人吗？还有真空机，我把价钱压下来了，人家看在我公公的面子上，只要1000块一台，先订3台。之前他说的128千的，结果现在才1000块钱，前来顿时觉得好便宜。3台够吗？不够再订。还有塑料布，这个我们也需要，具体要多少钱还不知道，总之都是在能承受的范围内。现在方莹说什么前来都点头，不然能怎么办？反正生意是他带来的，不同意人家就去找别人合作了。最气人的就是找富强的人。不过叔得提醒你一下，你可是把富强的人得罪狠了，你现在就是去找他们，他们看在钱的份上，肯定也会答应的。他说的很对，好气哦。叔，跑手续去吧，另外再拉些鸭货回来，以后每天都要新鲜的，坚决不用储存的。你每天能弄来多少鲜货就弄多少，弄不到就算了，不新鲜味道不好砸招牌，知道吗？行了，知道了。事儿真多，不过人家心里真有谱啊，一条条一框框的，听着就知道这个食品厂能干起来，甚至能做强做大都行。我得当个副厂长。前来直接找到了他儿子钱流就是社长，这种小事他说了就算，直接把管这方面的人叫过来，写了几个文件，盖了几个章，这个东兴食品厂就算成立了。前来办好东兴食品厂的文件，很快就回到饭店交给了方莹。叔，说正事儿，咱们厂需要个运输工具，把做好的鸭货送我家去包装，再运给铁道部，买辆车吧。是该买辆3轮车了。行吧，买2辆，1辆不够。前来动作很快，1个小时之后就和钱流一起推了2辆2手3轮车回来。方莹已经没脾气了。好吧，万事开头难。做完几锅鸭货，方莹也没管是不是饭点，没到下班时间，也没管前来脸色好不好，他就和林奇骑着3轮车走了。叔，我加班去了，记得给我记上啊，可不能少了我的加班费。我想了想，直接给你买塑料布你也不好用，所以直接去了包装厂。他们还真有这种食品级的塑料袋，还能印上商标和生产日期，我就订这种了。还得是我大哥，办事就是稳妥，我之前都没想到。事情交给方雪，方莹就知道他肯定能办好，他想不到的他也能想到，他大哥就是个经商奇才。你做这些卤味叫什么名字？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叫鲜香卤味。方莹没用未来很火的那几个商标，他相信自己做的卤味，不管取什么名字都会火。这个名字不错，挺好。这袋子怎么收费的？确定是食品级的吗？不管贵贱，一定要是食品级的。那当然，又不是花你的钱，我肯定挑最好的买。就这么个小袋子，1分钱3个，行吗？当然行，又不是花我的钱，随便。兄妹俩说说笑笑，商量怎么设计商标。方德走了进来，黑着一张脸。怎么了？还不是林红他们家。林青反应过来了，今天就把林红送去上大学了。我在提婚事，他们推3阻4的，说等毕业了再办。你怎么不带着我一个人去了？方德看了方莹一眼，没说话。裤衩子这玩意好使归好使，但是丢人啊！我以为自己不需要裤衩子，就能靠3寸不烂之舌降服林家人，结果早知道带他去了。走，咱俩再去一趟。方德有点尴尬，都是小的在外面受欺负了，回家找老的，老的带着小的再去找厂子。我现在又带方莹去林家，林家人怎么看我？算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能找回厂子就行。你先在家等我一会儿，我出去准备个道具再去。什么道具？难道是裤衩子？放心，不是。方德一点不放心，但是还有点小期待，就没阻止。自行车后座，长时间坐着不舒服。方莹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小汽车，很是羡慕。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辆小汽车呀？我同事在瓜子2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事情办完了就去看看。怎么又来了？陈娟骂骂咧咧，结果开门看见方莹也来了，陈娟的假笑都没挤出来，方莹直接撞开她进去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走路的？长没长眼睛？有没有礼貌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谁呀？刚刚有人在喊吧？谁家啊？人呢？陈娟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我去那的方莹死哪去了？现在这么厉害。亲家来了，吃饭了吗？我正好开了瓶茅台，快进来一起喝口。今天是双日子，大侄子家伙食不错呀，还喝茅台。单日子叫林青亲家，双日子叫他大侄子，这玩笑方德还真传出去了。二哥二嫂挺高兴啊，做这么多菜，
有什么好事说出来听听，让弟妹我也高兴高兴。父女俩这称呼，又把林青两口子气不轻。陈娟嘴动了半天也没敢说什么，她怕方莹再出去不管不顾的喊。我们为什么来，你们肯定也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就是来通知一下我二嫂，周末跟我一起去林红和方田的学校，给2个孩子把名分定下来。你也知道学校不让结婚，二哥的常识储备不够啊。学校其实是可以结婚的，只是麻烦一些，需要批手续，手续难批而已。你也知道手续难批，所以我们让了一步，他们只需要订婚就好了，毕业再结婚。你们放过我家林红吧，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。你们家方田现在也是大学生了，他模样又好，又能说会道，方兄弟肯定会步步高升。你嫁的又这么好，他将来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，肯定能找到比林红更好的。不是我们不放过林红，是林红不放过方田。方田已经怀孕了，她还怎么嫁别人？3个人都伸头去看，这是医院的 B 超单，上面有解释，早孕8周。什么？哈哈哈，原来是骗人，骗人都不会骗。你看看上面的名字，李芳，26岁，根本不是方田的，你当我不识字吗？你是不是傻啊？方田会拿自己的名字去医院拍这种片子吗？当然是用别人的。陈娟一下子就笑不出来了。我为什么会把大学推荐信给了方田，让他跟林红一个学校？因为他告诉了我实情，并跪下来求我，我如果不成全他们，方田还怎么活？林青也笑不出来了，只有方德拼命忍笑。既然孩子都有了，可以打掉，我们赔钱。赔多少钱？2口子眼睛一亮，这么痛快，原来是要钱。1000块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这就拿他去报警，告林红强迫妇女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周年。1万，我们赔1万。不过我要现金，立刻马上就要。方德顿时皱眉，真要钱？收了钱不就代表着婚事就算了吗？我受的委屈1万块钱平不了。方莹看他一眼，方德立刻不说话了。现在银行关门了，我上哪找这么多现金去？没有现金，拿东西抵也行。你家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书画？拿这个也行。方莹记得林红家是有这种东西的，当年他们靠着这些书画赚了很多人脉不说，还卖了很多钱，特别是其中一幅710的画，卖了几百万。这还是因为卖早了，再放10年，价格又多一个零。当时林青每跟人提起这幅画，都后悔。现在我要让他们更后悔，1分也捞不着。林青和陈娟看着方德父女的眼神更鄙夷，装的跟什么似的，原来就是个贪财小人。他们很快就把书画拿过来了，现在没有哪幅画是值1万块钱的，所以方莹一下子收了他们10多幅画，才算了1万块钱。东西给你了，但是你得保证方田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。放心，已经打掉了。陈娟和林青都无语地看着方莹，可是他们就是来骗钱的吧？陈娟就要抢回书画，孩子都没了还怕什么？胚胎我们专门留着， DNA 技术你们这几天去咨询了吗？有胚胎就能证明这孩子是林红的，照样是铁证。陈娟缩回了手，2口子又不吱声了。他们还真去咨询这个 DNA 技术，拐了很多弯，终于找到个北大的生物学教授，证明方莹说的都是真的，还真有这技术，真不是诈他们。胚胎可比裤衩子好使。来，写个字据吧，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你们悔婚，补偿我的名誉损失的，省得他们哪天后悔说我从他们家偷的。也不能写明是给方田的补偿，那不便宜他了。林青一愣就想明白了，当然不能把林红让方田怀孕的事情落到纸上，只能换个说法，他只能认栽。刷刷刷写了个字据，此时他不是很心疼，文物商店一幅画也就200-300块钱，这些字画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宰卖爷田不心疼。方莹挺较真，让他把每幅书画的名字都认真写下来。他还打算明天给这几幅书画拍个照，然后拿照片回来再让林青在背面写上字据，以防万一。这个人才是真的不要脸，等这些书画升值了，看在那么多钱的份上，他什么都敢干。收好字据，抱上书画，方莹就要走了。方德坐着没动，看着他。我的委屈并没有被安抚，现在还多了个贪财小人的名声，林青明天肯定得出去散播。方莹不把事情办好了，我就不走。方德很不满意，他也看不上一堆破画。方莹看着他笑了笑。还有件事没说，方田还告诉我，林红不行，每次最多2分钟，有时候还没开始就完事儿了，也就他不嫌弃他，还要嫁给他。其他女人谁跳这个火坑啊？他还跟我说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就说不带他来不带他来，他真整个比裤衩子更狠的，B超不算什么，这才是王炸。我家家教真不是这样啊，唐真，老子跟你没完。他还说你们相不中他，相中谁他就去告诉谁，看人家还跳不跳这个火坑。你闭嘴，你撒谎，你骗人。我也不知道真假呀，都是方田跟我说的。不过你周末去问你儿子啊，你别问他行不行，他知道个的啊，他没准以为男人都那样呢。
你问他是不是2分钟就行。碎渣啊！我听着像邻家。发生什么了？什么玩意2分钟？方德也把自行车蹬成了风火轮，很快就到家了。这回稳了，等陈娟问完，就不是我们求着她娶方田了，她得求着我们把方田嫁过去。早知道林红这样，上次都用不着裤衩子。这个 B 超是怎么回事？方田真有了？我去医院说我是个早孕病人的家属，让大夫重新给我打印的。至于方田，应该怀不上吧？林红都不行，能让人怀孕吗？方莹突然想起，上辈子林红是结过婚的，还结了2次，有2个孩子。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他都没有。现在想来，那2个孩子长得跟他都不像。方德的嘴紧紧闭上，他一点都不想跟方莹讨论这个问题。哪来的这么多书画？这是林红家给我的补偿，不能白让我当了订过婚的女人。那确实应该好好补偿你。只是他们有这么大方吗？你们刚才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。他怎么了？嘿嘿，他害羞了。闭嘴，吃饭不许说了。哈哈，我不吃了，我回去把这些宝贝收好。这里面就有那幅最值钱的齐白石的书画，还有几幅也是曾经林青用来走关系的，值钱不说还有用。现在没了这些东西，林青这辈子的路肯定不好走了。林家还有些好东西，不知道方田能不能怀2次，嘿嘿，到时候试试就知道了。方莹进屋拿了1000块钱和东兴食品厂的文件出来，递给方雪。哥，商标的事以后再说，你现在就拿着钱和文件去让他们印一些带生产日期的空白袋子，我今天就要用，明天就要给铁道部那边送过去了。好的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饭店给的？今天走得急，忘管钱经理要钱了，这是我卖推荐信的钱，卖了8000。哥，你用钱跟我说呀，妹妹，我现在有的是钱。哪个冤种买的？方田。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可他妈管钱付药的。方学瞬间看向方德，感觉他爸脸有些发绿，他不敢再问，赶紧走了。新仇旧恨，方德现在恨不得立刻回家去跟唐真算账。唐真没在家，我刚才去医院看见她了，说是加班，但是跟一个男医生有说有笑的一起进了个没人的病房。我在门口等半天都没看见他们出来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以上故事纯属瞎编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方莹刚才去医院根本就没看见唐真，但是方德心里头顶都冒绿烟了，扭头就走。方莹追了出去，准备随时煽风点火。方莹跟着方德一起去了医院，直接去了唐真工作的科室——脑外科。好巧不巧，唐真今天确实加班，但是护士找了一圈，愣是没找到人。您再等等，我再好好找找，没准护士长去其他科室了。你们护士可以随便串科室吗？小护士一脸尴尬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方德扭头就走，他现在反而怕唐真被找到，到时候从屋里走出来一男一女，他怎么办？打还是不打？打不打这事都得传出去，他丢不起这个人。来，叔叔你别走啊，我再找找。干什么呢？大呼小叫，老远就听见你喊了。都几点了，不知道影响病人。老方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德的视线却落在唐真身后的人身上，一个男医生紧跟在唐真身后一起出现的，两人身后再没其他人。男医生还认真看了看方德，才转身进了办公室。我来告诉你一声，周末林红的母亲要去京城，给林红和方田举办个订婚仪式。什么？怎么还要订婚？就不能放过我女儿吗？后妈不是常跟我说，林红要家世有家世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哪都好吗？这么好的人成了你女婿，你怎么不开心？他这么好，你怎么不嫁给他？因为林红喜欢方田啊，给他写了一箱子情诗。现在两个人又在同一个大学上学了，再加上林红父母也同意，你怎么还不高兴了？周围人已经竖起耳朵，满脸八卦了。护士长的女儿要结婚了，都没听他说啊。关键是护士长这一家子气氛不怎么和谐啊，这可跟他平时说的不一样。唐真为什么不高兴？要不是知道林红只有2分钟，这女婿实际他是很高兴的。他早就看出女儿在撬方莹的墙角了，他还知过招，结果真抢到手才发现中看不中用。现在还不给人后悔的机会了？唐真不高兴的原因没法大庭广众说出来，方莹也不想听，跟在方德身后走了。马上查房了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方德在下面楼梯上听得一清二楚，他跑得更快了。难堪，太难堪了。方莹却是突然又折了回去，看着那个男医生带着一群医生护士准备查房，唐真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。方莹眼神沉沉，思绪乱飞。那些激素药、处方药得医生开了，护士才能接触到，医生不开药，他总不能去药房偷，那难度就太大了。偷1次2次行，不可能偷几年，所以还是得有个医生配合他。方莹在墙上找了找，果然看见了男医生的照片，季天，主任医师，真是个好名字。方莹下楼了，方德竟然还没走，在等他。
你发现什么了？大庭广众的，能有什么？就是些眉目传情、暗送秋波啥的。这种事情不能臆测。爸，不要自欺欺人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方莹和林奇带着昨晚包装好的几筐鸭货，骑着2辆2手3轮车，吭哧吭哧去送货。好累呀，嫂子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有辆车啊？我爸同事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太好了，咱们马上没有车。两人累个半死，终于到了铁道部，直接找到了王斌。王斌见到方莹就笑了，那天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方莹送的一盆鸭货，他老婆还有亲戚朋友都很喜欢，纷纷让他带货。两人迅速交接，留下100斤鸭货，还多了10多斤。妹子，这些交给我处理呗，1分钱不少你的，当然也是批发价。方莹给火车的批发价是零售价的5折，人家就要这么狠，不然没得谈，人参拿出来都不好使。好在半价对方莹来说也是好几倍的利润，赚翻了。那就麻烦王哥帮我处理了，还省得我拉回去了呢。王斌顿时笑得更好看了，迅速点货，给了方莹现钱，而跟火车上的账要1个月一结。你去咱爸的单位看看，另外2台真空机做好了吗？做好了拉家去。那是你爸，不是我爸。结果到了林远山的单位，林奇老老实实跟门卫说了来意，门卫当面就给林远山打电话询问。林奇悄悄在心里排练，一会儿那声爸应该怎么叫，用多大声音，什么语气，他好久没叫过林远山爸了。他自己一个人来的，那我让人把机器送出去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他就不是我爸。方莹没去上班，他骑着破3轮去了方云的单位，想提前跟他预约一下周末的时间，结果在门口遇见了一个熟人，方云上辈子的老公李元正，吊儿郎当的往外走。他长得好，家世好，没人说他这样像流氓，反而说他有派头，身旁跟着2个人一脸讨好。李哥，我有事找你。方云站在后面没看见，方莹却看得清清楚楚。李元2个狗腿顿时一脸坏笑，李元则是一脸不屑得意，没有一点尊重的样子。什么事啊？放眼整个台里，方云不是最漂亮的，也不是家世最好的，但是也还行。关键他最近表现出了追求我的样子，还很积极，让我很有面子。我下个星期去采访，需要2件新衣服，台里的下批工作服到了，我能不能先挑？这个啊，台里需要新工作服的女同事多了，嗨，你来晚了。方云知道他的德行，这个人就喜欢别人捧他，喜欢别人在他面前伏低作小。只要能弄来新衣服，拍照片的时候好看一些，我忍了。方云正要张嘴，突然看见了不远处安静看戏的方莹，一肚子讨好的话顿时说不出来。他一点不想让妹妹看到他现在的样子。李哥，我有事找你，给我2件新衣服呗，求求你了，好哥哥。阴阳怪气，贱兮兮，嘲讽的也相当明显。李元和他的2个狗腿顿时哈哈大笑，只有方云笑不出来，他的脸红得发紫，红得冒烟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恨不得手撕了方莹。方莹，你疯了！你看你出丑，他笑得多开心啊！方云的怒气瞬间一泄，变成了委屈。他来这个单位工作1年多了，这1年多来他对李元一直挺讨好的，最近就更讨好了，因为林明结婚了嘛。李元就是看在这1年多几千声李哥的份上，也不能笑得这么开心啊，真是坨狗屎。但是我这妹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上辈子方云是个记者，认识了台长的儿子李元，台里后勤管采购的。方云很努力攀上了这个高枝，当时把他得意坏了，每次见方莹下巴都是抬起来的。后来方云的老公总打他，还给他打流产过2次，最后一次更是差点要了他的命，让他大出血，再不能生育。李家当时就以这个为借口要跟方云离婚，方云当然不同意，给多少钱都不同意。你们让我没了后，你们李家也得绝后。而李元外面的情人已经怀孕了，着急进门，必须离婚。最后在一次互殴的时候，方云就把喝多的李元打死了，自己也自杀。所以方莹对这个姐姐总是恨不起来。这辈子方莹想尽力阻止方云再跳入火坑。你有病吧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姐，我是心疼你啊，我给你钱，咱自己买新衣服，想买什么样的买什么样的，咱不求人。方云顿时不挣扎了，僵住了。走，这就去。你这么好心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？我发财了，我把推荐信卖给了方田，你猜卖了多少？你怎么卖给他了？你卖给我啊？算了，那个推荐信你都写了地址了，白给我都不要。他能有多少钱？撑死2000，多了你的好后妈可舍不得。这你可猜错了，我卖了1万，不过只到手8000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爸不可能给他出这个钱的，唐真也没有这么多钱。不得不说，
上辈子方云可比我看得清楚多了，可惜看清了所有人，唯独没看准男人，或者是被其他的东西迷了眼，自己装瞎也是没办法。唉，方莹心里叹口气，面上却欢乐地把自己和张丽丽和火坑后妈的事情说了。这是对方云的冲击还是很大的，直到了百货大楼，她都没吱声。今天我买单，200块钱，随便消费。你可真大方，200块钱还随便消费，买一件衣服都不够。姐，这世上除了我能白给你200块钱买衣服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你亲爹都做不到啊！刚才那个油妮妮笑得好开心的李哥更做不到。刚刚还有一瞬间感动的方云顿时生气了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怎么回事？当着同事的面让我出丑。姐，我真是心疼你啊！你喜欢他我都看出来了，他不喜欢你，你没看见，我却看见了。你刚刚叫他的时候，他那个不屑的表情太难看了，我都懒得学。你啥时候眼神这么好了？我才不信，唐真和方田坑你的时候，你就跟瞎子一样。但是方云的语气明明就是信了，因为他不瞎，他亲眼看见了。谁说我瞎了？我什么都知道，我就是忍他们罢了。你看我现在不忍了，他们立刻被我收拾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对了，周末一起跟我去趟京城，给方田和林红举办个简单的订婚仪式。他最近做的事情的确太出乎意料，过去那个面唧唧的方莹绝对做不出来。难道过去那些年真是他装的？那他也太能装了。200不够，300吧。成交。方云直奔成衣区，买了那件他心心念念的风衣，260块钱，剩下40块钱。方云买了好料子，拿到外面找了个好裁缝店，让人做成衬衫。小姑娘又来了，这次要做什么？方莹现在兜里有钱了，也不会委屈自己，身上这件衣服都穿好几天了没得换。师傅，我要做3件大衣，这样的。方莹刷刷刷在纸上画了起来，都是又遮身材又时髦的，还做了几条裤子，最后衣服裤子加起来交了700块钱。出门左拐又订了一双皮鞋100块钱。方莹花钱大手大脚，把方云气的眼珠子都红了。我也要做双皮鞋。我已经给你300块钱了，别不知足。咱俩的姐妹情就值300块钱呢。我给你算算，我6岁的时候，你给我推个跟头，我头撞在门框上，现在还有个疤。我7岁的时候，你跟我打架，薅掉我1绺头发。我8岁的时候，你跟我打架。我13岁的时候，你跟我打架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小肚鸡肠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还记得？小孩子哪有不打架的？谁家兄弟姐妹不打架？你半年前还跟我打一架呢，你是小孩子还是我是小孩子了？那是你活该，当时我就跟你说方田和林红不对劲，两人可能有一腿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我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当时恨不得打死你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有一腿？他们在学校就勾勾搭搭的，当我瞎？方莹纯属强装，上辈子她是真瞎。18岁的她一直自卑自己又胖又丑。我故意的，君若无情我便休。林红不喜欢我，我就不喜欢他，爱找谁找谁去，天下好男人多的是。然后发现方云的表情更不好了。可多亏我成全他们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方田说林红不行，就2分钟。什么2分钟？然后他看见方莹一脸怪笑，瞬间懂了，闹了个大红脸。死丫头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因为我和林明结婚了呀。不喜欢听我就说，听多了他就接受现实了。方云脸色顿时更不好了，姐妹俩追逐打闹一阵，方莹骑着破3轮送方云回了宿舍。有些女人不但脸好看，气质也好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还带着古味。有些人是莲味，有些人是骚味。现在这个女人就属于2者都有，一颦一笑，一扭一摆，透出一股莲骚味。方莹这么评价她，就是因为看她不顺眼，因为这女人是方云的好闺蜜蓝梦，上辈子怀了李元种的情妇。可谁知道是不是李元的种呢？姐，你买新衣服了，真漂亮。蓝梦毫不掩饰的羡慕，其实就是变相的讨好。她来电视台半年，处处讨好方云，替方云洗衣服打饭。有几次方云跟其他女同事有矛盾，蓝梦就拼命跟别人理论，方云也都护着蓝梦，真当她是个小妹妹。走，回屋，我买了苹果，一起吃。方云和蓝梦手挽手的进了宿舍，根本就忘了方莹。方莹翻个白眼跟了进去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也要吃苹果，自己洗去。我来。不用，我洗得干净。谁知道他那手都摸过什么地方啊？蓝梦脸一僵，有些委屈的看了眼方云。你现在说话是不是只会阴阳怪气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刚刚就说了我洗得干净，难道我要说我洗得不干净？不就是装白莲花吗？我也会。方云顿时皱眉，这么说好像也对，但是他总感觉哪里不对。方莹已经洗好了3个苹果，给我的。此苹果可非比苹果，我看挺实惠的，就买来送你了。
刚好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就很划算，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，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天梭利洛克腕表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很多明星都戴过这一款。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，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，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。姐，你妹妹对你真大方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听你口音不是京城的。方莹对蓝梦的初始信息不了解，只是后来姐姐出事之后，蓝梦把孩子生了下来，继承了李媛的遗产，变现后扔下孩子自己出国了。她和大哥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，却再没找到这个人。这辈子可不能再让他跑了。姐姐好，我是蓝梦，老家是隔壁省的。你多大了？今年19了。你还比我大1岁呢，我得叫你姐姐。姐姐好。蓝梦脸微微一僵，她就喜欢装小女孩当妹妹，这样就能被所有人照顾。台里也确实她最小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叫她姐姐。姐姐，你是怎么来京城的？人家蓝梦是大学毕业生，谁像你似的，有大学不上，竟然结婚了。要是我，即便发现林红劈腿了，我也要上大学。上了大学什么好男人没有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还嫁给林明。当然这个才是最让我生气的，那是我暗恋了好多年的人啊。现在好了吧，这辈子都捞不着大学上了。结婚了才知道，小叔叔比一张大学推荐信好多了，嫁给他真值啊。你今天不上班吗？怎么还不走？生产队的驴还放假呢，我今天休息。你上的哪所大学啊？蓝梦小声说了个位置，在京城郊区的中正卫校。咦，那你出来应该当护士啊，你怎么还进了电视台了？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，遇见了咱们台的台长去看病，他说我是个好苗子，就帮我调了工作。19岁迎春花一样娇美，一股连骚味的女孩，老男人肯定遭不住啊！而且她这里又挺正大光明的，蓝梦形象确实不错，而电视台又是个需要漂亮女人的单位。肯定不止这么简单，漂亮女人多的是，很多专业对口的女生还进不来这好单位呢。所以原来蓝梦和李媛的爹线认识的呀。那你现在在台里干什么工作呀？你话怎么这么多？这个是保密内容吗？我目前在后勤办公室工作，就是个打杂的。和李媛一个部门，那姐姐是怎么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会搞在一起的呢？还是说她也是装瞎？今天李媛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姐姐，要不我还是不在这干了，她太讨厌了。方莹安静地坐在那里看蓝梦表演，她说了10分钟李媛的坏话，一副她是世界上最讨厌的男人的样子。这招好使，谁能想到半个眼珠子都看不上男友的闺蜜会去勾引男友呢？这种闺蜜跟男友独处，女人只会担心两人打起来，绝对想不到两人会打到床上去。你想开一点，李媛那个人就是讨厌了点，高傲了点，嘚瑟了点，但是人不坏，电视台的工作难得，还是要保住的。方云这样说，其实也跟蓝梦的讲述有关。他这10分钟就说李媛怎么在公事上为难他了，说的李媛很讨厌，但是不好色，没有大恶。这也给方云灌输了错误的思想，让他以为李媛就是个做精二代，但是人不是太坏。那我就听姐姐的，再忍忍他。看这种人生大事，他都听方云的，人家对他这么信任，这让方云都没法拿他当外人。蓝姐姐，其实你说的这个李媛，他是喜欢你啊。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，就拼命欺负女孩子，引起他的注意。哪个缺心眼的会这么表达喜欢？这样女孩子讨厌他都来不及。方云一脸你有病的表情，蓝梦却是眼神闪躲。姐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一本心理学书上说的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就有一部分男人因为思想不成熟，会这么表达爱慕，不这么做，女孩子根本不会注意到他。而且他是蓝姐姐的领导吧？他这么为难蓝姐姐，蓝姐姐是不是得说好话求他？蓝姐姐这么漂亮，说话又这么好听，伏低做小的求他，他见了下半个身子都酥了吧？他肯定很喜欢，所以就天天欺负他喽。什么下半个身子？那叫下半，呸！那叫半个身子，呸！还酥了？你都是哪学的这些词？快闭上你的嘴！姐，你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除了蓝姐姐，他还这么欺负别的女人吗？那倒是没有，那是因为他欺负不到。他们办公室就小梦一个女的，还职位最低好欺负，其他人他不敢。他肯定没有喜欢我，他讨厌我都来不及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么年轻漂亮，还是个大学生，男人会不喜欢？除非他是瞎子。是呀，男人怎么可能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？特别是李媛这个纨绔，他对台里很多女人都流口水，但是因为他爹压着，他就没干什么。没有，李科长总嫌弃我的出身，瞧不起我是个农村人，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有一种感情叫做爱在心头口难开啊。
蓝梦瞬间控制不住眼神，狠狠瞪了方莹一眼。你不喜欢他吗？又高又帅，家世又好，嫁给他，你就鱼跃龙门脱胎换骨了。不，我不喜欢他。方云却有点不信，因为他就觉得李元又高又帅，家世又好，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。切，口是心非，我要走了，你送送我。蓝梦本来想跟着，但是又怕方莹说了他更没法接的话，只是眼神悠悠地看着他们离开。藏了这么久的事情，怎么一下子就被人看出来了？姐，你被人耍了？不可能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李元怎么欺负他的，都是他说的，你亲耳听见过吗？实际情况确实如此，李元就是总让他抄文件、洗衣服。然后他是不是大半夜才回宿舍？他说是在办公室加班，但是你知道是几个人加班吗？怎么加班吗？你见过吗？方云又脸红红的，但是这次左边脸是羞的，右边脸是气的，他听进去了。还有，听说他总是护着你，为了你跟其他同事吵架，谁背后说你一句坏话都不行。但是你想想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？你背后不说人吗？被人说几句怎么了？面子上过得去就得了呗。他却为了这个跟这个吵，跟那个吵，本来就是件小事，被他闹大，最后他得个维护姐妹的好名声，其他人不讨厌他，反而讨厌你。你说自从他来了之后，你跟女同事的关系是不是差了？方云瞬间一惊，一身冷汗。细数起来，好像真是这样。本来方云来单位1年了，所有人都熟悉了，他又会做人，每个人见他都乐呵呵的，他跟谁关系都挺好。但是最近半年，他得罪了几个台里的老大姐，被他们使了好几回绊子，到手的采访也越来越差。起因都是蓝梦说他们说了他的坏话，然后蓝梦看不过去，跟他们吵架。他也是为了维护我。切，反正啊，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你要不是我亲姐姐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就是我亲姐姐，你还对我不好呢。他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却真心对你好。他是圣人吗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以后慢慢品吧。方云在外面站了半天，才白着一张脸回宿舍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他又说了什么吗？我没有。方云却没有像以前一样，立刻心疼的去哄他。是呀，亲妹妹我都没这耐性呢。亲妹妹我还从小打到大，现在反而对个外人好，我真是糊涂啊！真相是什么？我总会发现的。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。不是因为你，我俩从小就吵架还打架呢。我妹妹发财了，还大方的给我10块钱。今天晚上姐姐请你出去下馆子。原来这样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方莹骑着破3轮，也没去上班，找农户收活鸡活鸭去了，还买了一对小鹅和一对小猪仔，都是1公1母，带着它们不方便又很重。方莹没办法，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弄到空间里了。方莹被安排在了部队招待所里，没有多高级，胜在独立、安静，晚上随便折腾。可可，小叔叔，你叫我什么？林明现在特别讨厌小叔叔这个词。一开始方莹只是打趣他想当警察叔叔，谁知道后来他真的差点变成他叔叔。现在每次听见方莹这么叫他，他的心都像被捶了一拳似的难受。小叔叔，小叔叔，我就爱叫你小叔叔，叫了又怎么样？又不是真的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男人了。果然林明的耳根子又红了，方莹顿时笑倒在他怀里。原来他这么害羞，上辈子真没发现。他们以前也就上下学的时候经常一起走一走，偶尔在学校里、胡同口、大树下、小公园里遇见的时候说几句话。咦，好像遇见的真有点多，不过每次黎明表现的都很正常，就是个邻家大哥哥跟小妹妹闲聊，但是他看起来真不像是有心情闲聊的人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想你了。方莹瞬间感觉揽着他的手臂一紧，下一秒人已经倒在床上，窗帘被拉上，门被锁上，衣服掉落一地。喂，天还没黑呢。不管。不会又他了吧？放心，这回我经验丰富，他的支起来很快的，快别说话了。这次床没塌，双方都比较克制，只是这真不是个好床，一直咯吱，听得方莹都尴尬了，特别是事后，简直要尴尬死了。也不知道楼下有没有人，你快去看看。不去，不管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脸皮比我还厚。万一楼下有人，我去了，岂不是更尴尬？所以不去。有道理，看不见就当不存在，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。其实林明都听到了，咯吱的时候楼下还有摔脸盆、摔椅子的声音，他都猜到是谁了。今天来驻地的外人，就方莹和刘亚楠，他就是故意给他听的。可惜那些缠着我的女人今天没有来齐，如果都来了就好了，让他们都好好听听。楼下确实是刘亚楠，她也不是18岁的小姑娘，家里哥哥嫂子一堆，她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咯吱声都把她气哭了。咦，昨天那个谁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
怎么来你们这了？还有那个谁，第一个管我叫嫂子那个大兄弟呢？那个谁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来我们这出差，现在已经走了。那个大兄弟叫向六，现在已经跟他走了，出差去了。他当教官去了。昨天晚上去申请的，领导批了。去哪里当教官啊？要去多久？不要问这么清楚。哦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是南方吗？要好几个月吗？说着随便问问，但是继续刨根问底。他想知道是不是上辈子黎明牺牲的地方。如果是的话，那现在黎明没去，岂不是就躲过了？他眨着大眼睛，一脸求知欲。黎明受不了这眼神。是南方，这教官任务为期半年。好险！我要是晚来3天，就得去南方找你了。黎明顿时微笑地看着他，眼里的宠溺都要溢出来。旁边几个兄弟顿时又受不了了，好酸！大哥，你跟嫂子是怎么认识的？青梅竹马。怪不得。怪不得什么？怪不得大哥对别的女人不假姿色呢。什么？还有别的女人？我还以为他待在都是男人的地方很安全呢，没想到就这还有别的女人。看你这表情，还不止一个呀！快跟我说说，都是怎么个事儿？黎明看方舟的眼神都要吃了他。谢天谢地，得救了。别累到，中午随便做一个菜意思意思得了。好的。